3个变态来到女孩家中，欲图谋不轨，没想到3人身体早已被掏空，被女孩轻松放倒。女孩本想3人会就此放手，但没想到挨打后，3人见女孩不敢下狠手，变得更加兴奋起来。你们是谁？滚出去，要不然我不客气了。有意思，你越反坑我越兴奋。哈哈，这小妞挺泼辣，我喜欢。小妞，好好陪哥几个乐呵乐呵，好处少不了你的。陆羽，你力气很大，完全可以制服几人，根本没必要杀人，所以你是故意杀人的。所以，法官大人，你是想诱惑我说是故意杀人的？被告请回答，无根据的事请不要随意猜测。呵，难道你们都是聋子？刚才那个问题我都不记得自己回答多少次了，没有故意杀人。可这回答你们好像都很不满意，还一直问，就是想听我说是故意杀人。陆羽朝身后扫了眼，旁观席上除了那几个人渣的家人，就是这些家人请来的记者，没有他的亲朋，更没有任何一个是为他抱屈而来的，甚至没有一个是无关的路人。强制以故意杀人结案，判他死刑。陆羽心中无限悲哀，他的一生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幸？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在孤儿院，小伙伴们都被领养了，最后只有他没有人领养。15岁就步入社会，开始了独自谋生，第一份工作就被拖薪，吃不饱，穿不暖，最后还来到了这里接受审判。判决如下：被告陆羽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为什么？明明是那3个人渣的错，为什么？即使是死，我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做噩梦了。陆羽不知眼前人是谁，也不知他是怎么进来的，但他的表情很慈祥，是他这28年人生里难得看到的善面孔。做了个噩梦。孩子，你弄错了，那不是梦，而是你的未来。事情发生时间就在3天后。你是神仙？我不是神仙，算是你的亲人吧。那你现在来找我是要做什么？这个给你，这是一个空间宝贝，滴血就可以认主。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大宝贝？当然是因为你是我的亲人，这次不要再让人夺走气运了，总算是成了。小小姐不怕，嬷嬷会一直陪着你的。将军太过分了，就算他不喜欢夫人，可现在人都死了，人说死者为大，还是一府正夫人，居然连灵堂都不许摆。绿萍别胡说，不让夫人摆灵堂是老夫人下的令，和将军没有关系。虽然是老夫人下的命令，可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话一出，其余几人一时都没了话。他们心中其实都知道，将军肯定是知道的。他家小姐贵为将军夫人，死后居然连灵堂都不给摆。快进来，就是这里。你们要干什么？能干什么？自然是送死人去该去的地方。你们放肆！将军府主母死了，你们居然敢！我们有什么不敢的？还将军府主母，秦叔他算哪门子的主母？不过是个不要脸的女人而已。来呀，进去把人装袋，然后丢到西山乱葬岗。西山乱葬岗的野狗最多，死人只要一丢下，立即就会被分食。可恶，一群小人居然如此糟蹋我家小姐！老夫人，各位姨奶奶，你们快来呀！走！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和你们拼了！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不得好死！等秦家知道，绝不会放过你们。还秦家？秦家不过一商户，老子会怕？待会回来也好好疼你，也不会忘了你们的。好了，我们快点把事办完，回来快活。咦，几个护卫虽然厌恶郑三山，但还是不得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是夫人的人。陆家奴仆好样的，来呀，给老身把他就地杖毙！你们快拦下这群疯婆子！我要是出事了，夫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几个侍卫听到这话，心有不甘的挡在了他前面。秦老夫人，你看。老夫人、姨奶奶们，你们总算来了。来人是秦老爷子的1妻5妾，分别是正妻崔氏、大姨娘云氏、二姨娘王氏、三姨娘文氏、四姨娘张氏、五姨娘赵氏、
那个，小的也是听命行事，小的错了，各位夫人就饶了小的吧。磨蹭什么？快动手！住手！这里是将军府，你们不能杀我，将军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不能。孩子怎么了？回老夫人，小小姐哭晕厥了过去。难得舒儿，都去看看舒儿吧。好，妈妈去照顾一下各位姐姐，小鱼儿就先交给我。老夫人，各位姨奶奶，这陆家的夫人真是个狠毒的人。小姐走了，她不但不给设灵堂，还要将我们小姐丢到乱葬岗让野狗啃食，定要让陆家名声扫地。别冲动，他们既然敢这样对待舒儿，就不带任何怕的。别说名声什么的，咱们舒儿是如何进的陆家，我们都知道。老实说不厚道，就算被外人知道他们这么对待我们舒儿，估计也会让人说活该。女子被将军一眼勾魂，奶爸为了女儿搬空府库，拿出1000万两黄金，求皇帝赐婚。皇帝以将军已有心仪之人拒绝，父女两人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没想到却掉入了无底深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念秦叔对将军一片痴心，特赐其成婚，令将军陆宪与刘玉珠两人情投意合，朕不忍拆散，特允其以平气成婚。欺人太甚！住口！贱内不懂规矩，公公莫怪，一点心意，请公公笑纳。我操！哎呦我去！秦员外，赐婚旨意在此，你答应皇上的1000万两黄金，是不是该兑现了？公公请跟我来。现在外面都说我们舒儿进入陆家的方式不厚道。什么叫不厚道？我们秦家可是花了1000万两黄金啊，换成银子有1亿多两，是整个华昭20年的税收。就这还不能让他们善待咱们舒儿？再说咱们舒儿人都没了，连最后的体面也不给，简直丧良心。赵妹妹说的没错，本就已经作罢的事，他陆家或者陆县若真不愿意，就不该重提此事，更不该说什么妥协。可能不是妥协，听说陆县和皇帝好的穿一条裤子，也有可能是他们商量好的，娶咱们舒儿当摆设，同时娶平妻进门，再对外宣称是被逼迫，这样他们只出了个院子让舒儿住，却得了1000万两黄金，还落了个好名声，只是苦了咱家舒儿。可不是，我们小姐自从嫁进来，将军一次都没来过，后来还是小姐使了手段，才有了小姐。其实这样的状况，老爷一早就预料到了，只是老爷也没更好的办法。秦家豪富，他在世时还可以护着这个家，可一旦他离开了，不光是舒儿，我们整个秦家都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肥肉。老爷本以为国公爷为人正直，陆县人品也不坏，不管怎么说也能护着舒儿，没想到却……将军府陆夫人不在府里，这老货肯定在我们打进来的时候逼了出去。听这意思，我穿越了，还是穿到了书里？我记得这好像是大结局的剧情。这本书讲的什么来着？好像是侍郎府家的二姑娘刘玉珠与百年世家定国公家3公子的甜宠恋，两人填了大半本书，直到后来冒出一个超级富商女，也就是这具身体的亲娘秦舒，直接捐款1000万两黄金，买了个赐婚圣旨。一对甜宠恋人中间就这么插进了一个人，两人自然都不痛快。陆宪心中有着大义，明白1000万两黄金对国家的重要。他和刘玉珠保证绝不会碰秦舒。刘玉珠虽然信他，但心里依旧不舒服，经常冷脸和他吵架。后来秦舒用药强了陆宪，生下陆瑜。后来秦舒死了，有情的两人终于没了争吵，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记得后来还出了续集，女主刘玉珠的女儿贝川将原主奴役、虐待致残，害死秦家人，接收了秦家家财，最后一把屎一把尿把原主喂养了10年，才完死。神力也跟来了。小小姐，老天啊，外祖母的小乖乖不疼哈！张姨奶奶，您请让让，得先把小小姐安置到左侧间。可去请了大夫。绿果去请了，
小小姐可不能有事，这是小姐唯一的念想，也是秦家唯一的希望。都让开，你们忘了文妹妹会医术的事。文姐姐，文姐姐，你快看看鱼儿。文氏点头，走到床边，刚准备查看伤口，就看到孩子睁开了眼睛。鱼儿不怕，文姨奶奶给你看看，很快就不疼了。其他人也知道陆羽醒了，都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大气不敢出，生怕呼吸重了会把那个脆弱的小人儿吓到。文氏先把了个脉，又小心翼翼检查了一下伤口，然后清理伤口，上药包扎。包扎完，他又把了把脉，这才把提着的心给完全放了下来。放心，他没事，就是失血了，补一补就好。闻言，张氏泄了紧绷，一下往后倒去，幸好赵氏在他身后扶住了他。失血了，要好好补一补，一会把府里库房的阿胶全部给送来，还有血液、人参那些也都送来。妾这就吩咐人回去拿。奴婢多谢老夫人。有什么好谢的？咱们秦家的东西日后都是小鱼儿的，这会拿点补品吃，还值当你谢。怎么办？怎么办？奴婢没有请到大夫。是刘玉珠不给请大夫。崔氏语气平淡，但身子却气得直抖。文氏立即上前替他顺气。奴婢没见到小二少夫人，打听后才知道，原来小二少夫人和将军都不在府里，说是夫人打发他们带着大小姐和小少爷去了庄子上。后来奴婢直接去找府医，可府医也不在府上，奴婢一见没办法，就想去府外请，可是奴婢连大门也出不去。什么？太过分了！原以为浙江军府只有定国夫人是个恶妇，没想到陆宪和刘玉珠也同样不是好东西，大概在舒儿刚死的时候就逼了出去吧。我苦命的女儿和外孙女哦。小鱼儿，小鱼儿，他们这是真的把小鱼儿当成多余的，出了这么大事，居然全部躲了，简直是一群畜生。王氏拉了把赵氏，眼神看了眼床上，赵氏立即慌了，看了眼陆瑜，见他闭着眼，想来是睡着了。老夫人，请老夫人将小小姐带回秦家吧，待在这将军府，老奴等人护不住啊。姐姐，等那毒妇回来，老身去谈，或许要大出血，你们可有意见？全凭夫人做主。我有意见，崔外婆不要去。小祖宗，你受伤了，快躺下。小鱼儿先躺下，外婆现在不去，听听我们小鱼儿的意见。好了，小鱼儿想说什么就说吧。小鱼不想离开陆府，这里是我的家，是娘哪怕不被人待见也要待的家。众人都是一愣，可不是，从一开始舒儿就知道他们都不待见他，可他还是要留在这里，只为了偶尔能见一见陆将军。可是小鱼儿，你还太小，在这个府里没人护着你，你要怎么平安长？这个穿越者为了一句话，一把屎一把尿把妹妹养了10年。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一世妹妹重生了。嬷嬷，你和绿萍他们出去把守屋子四周，不要让人靠近。各位外婆，刚才小鱼儿在鬼门关走了一趟。神，我看到了我的未来，还有各位外婆的未来。不要伤到自己，你继续说。崔外婆信小鱼儿，只要你说，我和你几位外婆都信。崔氏面上很淡定，但心中其实早就乱了。小鱼儿既然看到了未来，还如此气愤，那必然是不好的未来。没错，小鱼儿说的，外婆们都信。我刚才打破头后，迷迷糊糊到了地府，然后被一个人带到了一面镜子前。我看到那镜子里的我被陆家宝虐待致残，还被逼着吃屎喝尿。文外婆在大年夜那天被人骗出府杀害，当天其他外婆在吃年夜饭时全部被毒死了，是陆家宝收买府中厨娘下的毒。然后秦家好多钱被陆老太婆收了，娘的钱也被拿走了。小鱼儿，陆家宝和你一样大。他不是真的小孩，再过半年有一个异魂会进入到陆家宝身体。陆羽懂他未尽的话语，于是实话告知，反正那是别人的秘密，又不是他的。
暴露就暴露，他可没义务替他遮掩。小鱼儿，告诉崔外婆，你又是何人？崔外婆为什么这么问？我就是小鱼儿啊。是哪里的小鱼儿？这一魂附体不稀奇，因为你外公他也是，也因为他是异魂，利用别人不知道的知识，才从一个小乞丐变成了花招第一富商。这也是我们秦家没有亲族的缘故。一个小乞丐原本连名字都没有，又怎么会知道家人是谁？是我也是异魂，但我不是故意占了小陆鱼身体的。孩子，别怕，你虽是异魂，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陆鱼。人有前世今生，小陆鱼就是你的前生，而现在的你是小陆鱼的后世。你外公就是这样，特意回到这一世改命，才有了现在的秦家。你能回到这里，只能说明这一世的你原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送后世的你来拨乱反正而已。陆鱼嘴巴张得老大，有什么东西在他脑海里炸开的碎片开始融入他的记忆里，紧跟着是各种感情、经历融合。原本惊讶的小脸，随着记忆的融合，慢慢变得惊恐，眼里却有着浓浓恨意。吃屎的感觉传来，他哇一下吐了出来，接着是手臂和腿被人为强行扭断的痛感席卷陆鱼全身。鱼儿不怕，既然现在都知道了，那些悲剧就不会再发生，外婆们会保护你的。崔外婆，您怎么知道我是异魂？自然是因为你外公当初和你用了一样的理由，是阎王殿走一遭的理由。好了，多话现在就不要说了，现在主要的是你娘的葬礼，过后我们再好好谈谈。欺人太甚，此仇不报，我们下去了都没法面对老爷。别在这里说，我们先回去。回去再说。舒儿已经走了，至于陆家，那毒妇既然要将舒儿丢到乱葬岗，就说明他们要撕破脸了。我们秦家也等于失去了那一层脆弱的保护伞。姐姐打算怎么做？从老爷开始，我们秦家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位官员权贵有交集。老爷之所以不和那些权贵打交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原因。别人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他却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层出不穷，更是凭借这些东西一跃成为了花朝首富。也是因为他一生顺风顺水，在他死后给家人带来了群狼窥伺。我们秦家虽然有着大量财富、忠心的仆人，还有老爷结交供养的江湖人和秦家自己训练的那3队人，但光有这些也不能在强权下安生。原本该舒儿的诰命也落在了那位平妻的头上，可见上面那位也对我们秦家很不满。如今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夫人请说。夫人不必有顾忌，有话直接说。那就是结束秦家所有生意，我们几个进幽谷养老。幽谷是在距离京城300里一处大山里，四面绝壁。秦老爷子利用高科技构建了一条通道，在里面栽种稻米与药材，而在谷中之人全是他利用自身能力选择的最忠心之人。对外的理由就说秦家小姐身死，且死后还被人羞辱，秦家几位老妇心灰意冷，故关闭所有铺子，不再进行买卖生意，只愿寻一地安度余生。这样我们就不用去应付那些想打秦家主意的人，也可以不用给小鱼儿拖后腿，同时也可以让整个花招人和上面那位体会没了秦家的店铺会陷入怎样的窘境。这个主意好。这办法是好，但也有不妥之处。夫人，这样一来，我们是脱离了漩涡，但小鱼儿怎么办？是啊，小鱼儿怎么办？
哎呀，姐姐，这茶都凉呢，可不好入口。你们是不是忘了小鱼儿是一魂了？五位姨奶奶一愣，他们没忘，可就算小鱼儿是一魂，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身体，没人照看，可怎么行？老爷曾经和我说过，凡是一魂，必会有特殊本领。五位姨娘顿时眼睛一亮，他们都想到了老爷的特殊之处。听夫人话的意思，小鱼儿也有。一双双期待的眼睛看着上手的崔氏，反正老爷是这样说的。至于小鱼儿有哪些本事，这得问他了。就怕他不信我们，不愿意坦言相告。不信好，秘密只有自己知道才最安全。现在最主要做的就是清点秦家家产，全部聚合到一块，然后全部暗地里交给小鱼儿。最后我们几个老的退走京城，保护好自己，不要成为小鱼儿的拖累。另外，我打算把秦1队、2队交到小鱼儿手上，3队跟着我们去幽谷。夫人，我没意见。我们也没意见。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么接下来就大闹一场吧。各位对不住，今天不卖了，关门。哎，这天还没黑，你们米铺怎么关门了？就是才刚过中午而已，怎么就关门了？东家小姐过世，我们要关门办丧事。随着米铺的关门，大家才发现京城的店铺有一多半是秦家的，一大半店铺关门，其他店铺立即提价了。你们知道那个捐献1000万两黄金要求加入将军的秦叔死了？知道。据说定国公陆夫人根本不给庄官入殓，而是吩咐人拿麻袋装了丢乱葬岗。幸好是秦家人及时赶到，才被阻止。我看到将军府门房拦着不让秦家人进去，后来还是秦家人打进将军府的。这陆夫人看着挺好的一个人，怎么这么恶毒？再这么说，这秦小姐也是他儿媳妇吧？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怎么着也不能往乱葬岗丢吧？这里面有多重原因。第一，他们那些大家族根本看不起商户。第二点，秦叔小姐能嫁进将军府，是用钱买的圣旨赐婚，不论是陆少将军还是陆夫人，那都是不情不愿。所以这人一死，不就可尽的糟蹋出气？可怜又有点可恨。若不是贪图那权势，何必往那高门里钻？谁说不是？但不管怎么说，这人都死了，不说有个体面点的葬礼，也不该把人丢乱葬岗吧？确实，陆夫人这做法不厚道。今儿街上的牛车怎么这么多？刘家好歹也是官家，怎地养出个比娼妓还不如的女儿？说是平妻，可这做态连个妓子都不如。人家正妻失身还未入关，就勾着夫君去外面浪，怎么就这么不甘寂寞？怎么也是个平妻？晚上你怎么伺候别人都不知道。再说我们家小姐又不受人待见，即便被人看到，也不会有人为她打抱不平。你，哼！欺人太甚！来人，将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丢到京兆尹。来人，给我劈了这大门！商不与官斗，秦家怕不是疯了吧？我看谁敢！放肆！你们太放肆了！来人，去报官！哈哈哈！说到报官，老奴也要报官。我们家小姐年纪轻轻，就这么突然死了，老奴怀疑是刘玉珠下的黑手。你胡说！我女儿心地善良，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绝不会害人性命。天了，原来刘府的大门也没了。难道还有别人家的大门也没了？陆将军府大门也没了，而且里面还吵闹的不行。是什么？让一位母亲给自己亲生儿子下毒，儿子大难不死，被妻子发现，本想是得救了，没想到妻子见他没死，又加大药量补了一剂。大郎，该喝药了。爹，是儿子糊涂，做出这样的事，连累国公府，让整个陆家名声受损，请爹责罚。宪儿，你是一位将军，若在军营发现有人犯了错误，当如何？陆宪张了张嘴，想说军法处置，可想到爹的用意，他又说不出口。你心知肚明，却还要包庇，那么日后他们只会变本加厉，而你将家宅不宁，一个家宅不宁之人，又如何佩戴兵上战场？你可要好好想清楚。孩儿明白了。
陆金墨看着这个儿子，心疼他摊上这样一个母亲。原来秦叔死后，陆夫人第一时间迷晕了陆宪，让刘玉珠带着他和孩子们离府了。等到庄子上醒来，想要回去，结果又被刘玉珠下了一回药。起来吧，这次时间好好善后，不光爹在看着你，还有京城各大世家官员，甚至还有百姓。哼！你个老不死的，我本可以有个完美人生的，可就因为秦叔插了一脚，我的人生里有了个无法抹掉的黑点，只是不想那个插足的人风光大葬而已。我有什么错？娘亲，你怎么了？娘没事，我们进去看看你爹。来人，给本夫人将他们全部打出去。你个不要脸的死老太婆，黑心烂肺的东西！媳妇年纪轻轻就被搓磨死了，死后不但不报丧，还要丢入乱葬岗。你们陆家可真是好家风，定国公府还百年世家，我呸，简直狗屁！就这家风，怕不是这百年间还有很多媳妇死了，都没人知道吧？你胡说八道！为什么不报丧？你们心里没数？一个强塞进来的商户儿媳妇，本夫人可不认，还想大办葬礼？我呸！休想！她只配一卷草席丢乱。住嘴！亲家，此事是我陆家做的不对，在这里本国公给你道歉，同时也承诺秦叔的葬礼会按照一品诰命夫人的规格下葬。不行，那是个什么东西？还想用一品诰命夫人的规格下葬？他配吗？我叔儿要是不配，那你这老东西更是不配，人品败坏，心肠恶毒，死后一定下18层地狱。你就看着他这样污蔑羞辱我，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妻子。陆金墨眉头紧皱，很明显也有些不愉快。不管怎么说，这文氏都是他妻子，被人如此说，确实过了，但又怪不到人家。谁让自己人不光做得过分，说的也够过分。都不要说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灵堂布置出来。好你个陆金墨，我被人如此羞辱，你居然还要给他女儿体面，你简直亲疏不分。还不快去，莫不是要本国公亲自去办？夫人，送你们夫人下去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出来了。钟伯，这几天你就留在这里，把葬礼事宜办妥帖。是，国公爷。多谢国公爷主持公道，妾身告退。等灵堂布好，秦家再来。在定国公的施压下，灵堂很快就布置好了，迎接着来吊唁之人。国公府世子夫人张凤、二少夫人钱蓉也都来帮忙了。刘玉珠也在接待着客人，一脸悲戚之色。刘家女好气魄。是啊，没想到她能亲自操持葬礼。这刘玉珠装的可真像，前一刻还要把人扔乱葬岗，现在又伤心上了。这人心机太深，以后离他远点。这将军府莫不是只有小鱼儿一个后辈？老身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将军府还有2个孩子吧？怎地是瘫了还是怎么了？连主母过世都不来守灵。他这么一说，其他人这才发现刘氏生的2个孩子不在，而刘玉珠则直接气炸了。什么叫瘫了？这老东西是在诅咒他的孩子。这位老妇人，即使你是秦家人，但你也不过是个妾，将军府要如何做还轮不到你来质疑。人老了这脑子莫不是也不中用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心里没点数。我和将军的孩子金尊玉贵，你居然敢诅咒，今日我就让你付出代价。弟妹，消消气，秦家之所以如此，也都是你们一开始做的不地道。既然是你们先做错了，有些事就该忍着。忍？他诅咒我的孩子，你让我忍？切！这位刘平妻，别听你嫂子的，快使出手段让老身看看。亲家姨娘，这是在秦叔妹子的灵堂前，咱们有话好说。我就是要在舒儿灵堂前替她出气，也让舒儿开心开心。秦家太没礼数了，不愧是商户人家。毕竟秦氏是正妻，不管得不得宠，在礼法上地位还是要比平妻高一些的。我看到刘氏的孩子笑得太笑不能来，可以理解。3岁那个虽然也笑，可他妹妹陆瑜都在这里，如果他不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丢人啊！大嫂，我不想管他家事了。我也不想管，忍忍就过去了。大家都看到了，秦家欺人太甚，居然连幼儿都诅咒。本夫人就是现在把他们打出去，也是合情合理的，对吧？底下众人都是官眷，对比秦家一个商户，自然还是向着刘氏的。倒不是说他们喜欢刘氏，而是刘氏背景比秦家强，得罪他不划算。自然是合理的。虽然理解秦家丧女的悲痛心情，但也不该这样来闹，实在有失体统。陆夫人已经走了，也给她留点体面吧。是啊，是啊。我倒要看看你刘玉珠有什么本事，请我们出去。
原来我的大力气不是前世带来的，而是这具身体遗传了张外婆的大力。切，来人，把秦家人给我丢出去！哎呀，我们小鱼儿继承了外婆的大力，真是太让外婆意外。女子为了上位，害死正妻，上位后仍不满足，还想害正妻娘家人，却被正妻女儿破坏。又在闹什么？谁能说说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国公爷，我们秦家人只是奇怪，为何灵堂前只有小鱼儿一人在守灵？心有疑惑，借主母过世，作为子女为何不来给主母守灵？就问了句孩子是否出了意外，谁成想就这么一句话就戳了这位平妻的肺管子了，口口声声要让我们付出代价，瞧，连杀手都换出来了。秦家明显是在故意找茬，口口声声说着主母孩子，但刘玉珠怎么会让2个孩子把情书当主母？这刘玉珠行事也欠妥，这事既然说明了，自然要将孩子抱来，毕竟在礼法上确实也是情书的孩子。滚出去！将家宝和清风抱过来守灵。不行，对，家宝和正儿还小，来到这里会冲撞到的。冲撞什么？家宝和小鱼儿一起守灵，清风年纪还太小，让丫鬟抱他过来磕几个头就好。对不起，是我让你受委屈了。哼，爹，小娘受什么委屈了？受委屈？你们这是对我的决定不满。陆宪和刘玉珠又是一惊，陆宪瞪了眼小陆鱼，他本来很小声在玉珠耳边说的，谁想这孩子就听到了，还给问了出来。爹，没有委屈，只是玉珠心疼2个孩子年纪小，儿子宽慰他而已。爹，你怎么不宽慰我？我年纪也小，还死了娘，你怎么做爹的？人家说见色忘义，爹你这是见色忘闺女。这么恶毒的话，不应该是3岁孩童能想出来的，是秦家教他的吗？如果陆家不是权势滔天，估计宪儿以后得多个好色的名声。家宝这是刚玩了什么？怎么衣服上都脏了？娘亲，家宝刚才用叶子喂虫虫了。好厉害，我们家宝居然不怕虫虫啊！那当然，家宝最厉害了。你们母子母女要亲，要想也看看地方吧。刘玉珠一儿一女都磕过头后，3位姨奶奶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最后文氏和赵氏离开了，张氏留了下来照顾小鱼儿，和防着有人在葬礼上使坏。可怜鬼，还有半年就要被人给穿了。这孩子居然还会照顾姐姐，看来也不是那么不懂事。哼！怎么了？玉牌，为什么我没有？那玉牌是陆家宝出生前他亲自雕刻的护身符，还放在大象寺供奉了9981天，是他作为父亲对女儿的爱。而陆瑜这个不希望出生的孩子，他什么都没有准备，甚至陆瑜都3岁了，他这个做父亲的都没有去看过他。对不起，是爹错了，等你娘下葬后，爹也给你雕一个。哼，要比他这个大，这个好才行。正妻孩子的待遇居然比不过平妻的，没天理！可怜的孩子，在母亲灵堂前问父亲要一样东西，居然也这样难，没良心了！正妻孩子过得不如平妻的孩子，礼法规矩这是要崩坏了。除了亡国，礼法规矩怎么会崩坏？死老太婆好歹毒的心，这是要害死我们啊！张姨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将军府全部害死？孩子贪心不足，你不但不好好教导，居然还给我们将军府扣帽子。你就算恨我们，可陆羽也是这将军府的，我们若出事，他也一样得不到好。三弟也真是，孩子要东西也只是想争些宠爱而已，怎么还不愿答应？亲家姨奶奶，您别气，小鱼儿是将军府小姐，也是国公府孙女，家宝有的她也都会有的。这名字起的，什么叫多余、不该存在的孩子？那位继母真是恶毒心肠，连一个名字也要这么恶心人。我这做外婆的，就是心疼这孩子，如今囊没了，爹还偏心到了脚底板，这孩子以后还怎么活啊？我懂的，我用世子夫人名义和你保证，以后绝不会有厚此薄彼之事发生。张凤下了决定，一定要和公公好好说说，绝不能让这孩子再受委屈。顺便还可以膈应一下好继母，他可是知道那个毒妇曾经给自家相公还有二叔子下毒的事。小鱼儿听到了，你大伯母是疼你的，以后要是受了委屈，就找你大伯母做主。草率了，
凭什么？凭什么一个不得夫君婆母喜欢的女人，生下的不被期待的孩子，凭什么和我的孩子一个待遇？哼，大嫂也太爱多管闲事了，还拿世子夫人的名义保证，我就看看你要怎么插手分家兄弟的家事。本以为秦叔死了，家宅也该安宁了，可看陆羽这性子，或许这家有无安宁之日。不行，这份最上面那位也得承担一些，毕竟那千万两黄金可是到了他手里。母亲葬礼刚结束，孩子就急切地召集了所有的下人。萧小姐，如果没事，奴婢们就散了。这手头上可还有不少事没做呢。陆羽没理他的话，只静静打量着这群在他娘过世那天全部跑没影的人。你们报名字，本小姐要认人。没听到小小姐让你们报名字，还不快报！杀了他！哎呦喂，萧小姐，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杀人啊？小小年纪，心倒是够狠。只可惜呢，老奴只是在这院里做事的，卖身契可不在你这里，所以啊，你可没权利处置老奴。今年的雇佣钱已经给了，你不做事，这做女儿的可比做母亲的很多了。在下明白了。杀人了！刘嬷嬷死了。在小陆羽记忆里，因为秦叔病重，对小陆羽照看就松懈了些，然后这个婆子逮着机会就虐待他，还威胁不准说出去。如风，你去把他的头割了，把头和尸体一起丢乱葬岗去。割头难道不是要送给谁？不送人，割头颅只是让他死得透透的。难道你认为在下杀个人都杀不死？不是你杀不死，只是以防万一，毕竟这天底下奇人怪事多得很。人小鬼大，还不是连个椅子都爬不上去。既然都不听话，那就哪来的滚哪去。小小姐，您嬷嬷害怕我。不怕，奴婢知道小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知道这些人都是别人的眼线。嬷嬷，你说的不对哦。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是别人安排进来的眼线，而是这些人都对我和母亲没有敬畏之心。不管是眼线还是自己人，如果对主家没了敬畏之心，那么这人就不能要。哦，你和你师兄不用有敬畏心，只要听命令就好，毕竟你们只是雇佣来的。小小姐放心，既拿了你母亲的雇佣金，我们师兄弟一定会尽心尽责。怎么还不来？小小姐在等什么人？等找茬的。小小姐，来人了。那老婆子尸体还在？在的，还没来得及扔。你们都是怎么伺候二小姐的？大家小姐有哪一个是这样没规矩，像根贱骨头一样？我们小小姐才3岁，要什么规矩？话说回来，至少我们小姐可以自己走路，从来不要人抱着走，不比某些软骨腿比咱们小姐年纪大还要人抱着走。住嘴！听说你杀了刘嬷嬷，还打发了院子里的粗使丫鬟婆子。啊，那个老婆子坏透了，居然敢掐我，所以要打死。还有那些个丫鬟婆子都不是我的人，自然要赶走。只不过是掐你，你就下杀手，未免太狠辣了。还有那些丫鬟婆子，当初这些人安排到这院子，你娘都没意见，怎么到你就有这么大意见了？第一，奴仆掐人是小，但他不敬主子，这就是大错，当死。第二，我不满意那些人，想换一批而已。第三，你说我娘没有意见，那我只能告诉你，我娘她长了恋爱脑，而我没长。不管怎么说，你私自打死下人，这就是你不对。念你年纪小不懂事，这次便罚你跪案13天。另外，咱们将军府有护卫保护，这些个江湖人就没必要待在府里了。不行哦，将军府的护卫保护的可不是我，我可还记得护卫要将我娘丢乱葬岗的。你说我要是没这些江湖人保护，会不会哪一天就成了乱葬岗的一堆腐肉？这小孽畜到底是早会还是被什么附体了？嘿嘿，刘玉珠，你猜猜我是谁？嘿嘿，小二娘被吓到了，这是做了多少亏心事啊！记得去爱时跪3天。我刚才演的好不好？林如风，那婆子尸体不要丢乱葬岗了，丢到暗室去吧。后娘在妓女那吃瘪后，拉来了丈夫找场子。再往左边移一移。可以了。柔渊，
具有仁爱之心，顺应自然，且领悟力强。这名字谁起的？嘿嘿，我不可能，你才3岁，怎么可能起得出这样有深意的月名？陆宪目光看向董嬷嬷几人，只见几人都用不满的眼神看他，他眼神也变得凌厉了起来。虽然知道他们恨他，可也不代表他们可以对主子不敬。这月名一看就是未有学识的人写的。陆瑜，小孩子不可以撒谎的，要诚实才会让人喜欢。陆瑜淡淡瞥了他一眼，你撒了那么多谎，不还有眼瞎的喜欢你？你这月名真是白起了，看来你根本不懂这月名的意思。看吧，我就说不要用谐音，你们偏要用，不光让人误会这名不是我起的，还让人以为我多有道德。不是得物，是德无，没有的意思，连起来就是没有德。得无没有德的意思，看他这模样，好像还满意的很，半点羞愧都没有。这是叛逆，不，这是完完全全的没脑子。别人提点了用谐音，他自己倒好，半点顾忌没有，全给说了。我问你，你打杀了院里的下人？杀了。那人犯了什么错？你要把人打杀？因为那是他的人，逮到机会就欺负我，这样身在鱼营心在流的奸贼，不打死留着给自己添堵吗？哼，什么奸贼？这说的也太难听了。这孩子对猪猪的意见也太大，而且连面子上的尊敬都没有。你母亲掌管着将军府，所有丫鬟仆人也都是她在管。你说的谁是谁的人，根本是瞎猜测。你母亲只是正常分配人手而已。听到这话，陆瑜眼神变冷，小步走到陆宪身前，双手抱住他的腿，然后不动声色抬脚踩了上去。宪哥哥，你怎么了？猪猪别担心，我没事。来人，将他给我抓到碍事关着。都退下。天生神力，骨头应该已经裂了，这么一会就不疼了。爹，你还挺厉害的，是条汉子。才3岁就有这种神力，真是可惜了。若是个男孩，一定把他往死里操练，等大一些就丢到战场去为国贡献。为什么踩爹？因为你刚才说错话，让我不高兴了。你倒是说说，爹哪一句话说错了？我母亲已经死了。按照礼法，不论你亲娘是否健在，玉珠都是你的母亲，所以爹并无说错话。我不认礼法，只认血缘和自我想法。那我是你爹，你听不听爹的话？你是我爹，我认，但你太瞎了，所以不听。爹哪里瞎了？哼，你忘了大小巫婆要把我娘丢乱葬岗的事了？明明就是蛇蝎毒妇，你不赶紧踩死扫出门，还当宝贝一样护着，你眼瞎，心也瞎，哦，心还黑。刘玉珠听到蛇蝎毒妇还有扫地出门，整个人气的身形一晃，差点晕厥，幸好身后的婆子扶住了她。陆宪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没了精神，在知道这是实，他也非常愤怒。可一个是老娘，一个是他爱的女人，无论哪一个，他都不可能去责罚。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如今又被提起，他只觉无言面对眼前的小人，最后只能仓皇逃离。怎么办？你这个毒妇形象大概会在爹心里扎根一辈子了，估计离被扫出门也不远了。那就看看我们谁会先被扫地出门。小年纪不尊嫡母，心思恶毒，这样的名声你当背一辈子。刘玉珠寂寞难耐，晴天白日与4个暗卫钻小树林，这样的名声给你背也不错。小畜生，你胡说八道！夫人，你在外夸我娘厉害，只一次就怀上了我，明里夸，实则暗里暗示我娘是偷人怀的我。我只和好友以及娘家人说过这些，他怎么知道的？鬼啊！儿媳葬礼刚结束，婆婆就急切地找孙女的麻烦。滚开！这都几点了，还不带你家小姐去给夫人请安，真是半点规矩都不懂。去拿鞋底抽那婆子20个大嘴巴子。我来。好，那小畜生这是要造反，只是提醒他来请安，就把人打成这样。来人，跟本夫人去得物院。你去宫门外等将军，看到他就大喊，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陆瑜和秦家的跋扈。奴婢明白了。想要除了那个小孽种，首先得除了秦叔雇佣的那2人，正面杀不掉，那就用毒。不行，小孽畜还不能死，先把那几个老家伙弄死，然后以小孽畜的名义接收秦家。见过小姐。这些是秦家刚送来的人，个个都会武功，其中还有4个高手。
你们来到我这里，虽然是做的粗使活，但在我眼里，你们与董嬷嬷、绿果他们是一样的。小小姐，我们都明白的。好，那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绿萍，你带大家去安置，给姑老祖单独安排一间屋子，明面上让2人伺候着。是，小小姐，各位请跟我来。少将军，少将军，你快回去看看吧，夫人被气晕了。哎，少将军，您等等，完了，夫人交代的任务办砸了。出生礼物。陆宪一愣，随即想起在秦书灵堂前答应他的礼物。还未选到好玉，等选到了就替你钓一个兔子。不要兔子，我要鱼雕。你属兔，为何要鱼雕？难道是因为名字？没错。你名字里的是鱼，可不是鱼。你这名字不好，等上族谱时改个名字。记得你娘给你起过一个，好像是叫揽月，到时改名陆揽月可好？我的名字是陆鱼，不跃龙门的鱼。哈，还挺有理。妈，他们为什么拿着木棍躲在门后？大概您要是说不给礼物，那些个棍子就会招呼您。爹，这位是姑老祖张外婆娘家的长辈，以后由她照顾我。看，这连顶缸的人都找好了，如果你真被揍了，都不能说小妮子大不孝。少将军，您怎么还在这里？好机会，少将军，您可知？这戏演得太真了。夫人怎么知道我和少将军说他昏迷了？少将军，夫人这是怒急攻心导致的晕厥，无需开药，只要醒来后保持心态平衡就没事。夫人是为了什么事怒急攻心？全是那个小念，是小小姐给气的。陆瑜是怎么气到夫人的？夫人派郑嬷嬷去请小小姐，结果被打了回来。这打郑嬷嬷就等于是打了夫人，毕竟郑嬷嬷是夫人派去的。郑嬷嬷是郑三三的母亲，想来小陆瑜是记仇那天的事，所以故意报复。他这不是针对母亲，只是针对郑嬷嬷而已。母亲就是因为这个气到的。那等母亲醒来，你们告诉她，小鱼儿不是对她不敬，只是与郑嬷嬷有仇，报复一二罢了。哎，这剧本不对呀！少将军，夫人气晕并不是因为这事，而是后面发生的事。有话一次说完。是，少将军息怒。丫鬟心里郁闷极了，她没有一次说完，其实是想先挑起陆宪的怒火，然后再一点点的加大怒火。她想的是好，谁知陆宪完全不按剧本来。秦家刚才送来了10几个丫鬟婆子，夫人觉得既然进了将军府，那么就是将军府的下人，卖身契该由当家主母保管。另外，夫人还要求小小姐交出董嬷嬷他们的卖身契。母亲这个要求不对，不管是玉珠还是母亲，院里人的卖身契都是自己拿着的，怎么得无院的就要交出去？少将军，夫人只是这样提了提，您可不知小小姐说话有多忤逆不孝。她说，不会说话就退下，回个话也吞吞吐吐的。少将军息怒，小小姐说，这些人是我保命的底气，给你了，我小命还能在。在这将军府，何人会要你的命？小小年纪，心眼子倒是多。想要我命的不就是你这个老巫婆和刘毒妇？别以为我小就看不出你们的心比墨汁还黑。接着夫人就被气晕了。原来夫人不是做戏，而是真晕了。给我好，我没办好的差事，等她醒来应该就忘了，逃过一劫，人生真是美妙。陆宪听了这话也十分恼怒，不过转念又想起昨日用谐音改的院名被他自己给秃噜出来的事。母亲醒来告诉他，小鱼儿年纪小，性子有些缺心眼，说的话都是有口无心的，让母亲不要和他讲。她本是将军府小姐，出门却还要看下人眼色，虽然下人嚣张，但她一点也不恼怒，主打一个能动手，就绝不吵吵。嘿嘿，既然这门这么难开，就直接砍了，省得麻烦。小小姐，刘毒妇不让我们用马车。林如泉、六六、一时，你们去把府里的马全部赶出来，马车全部劈了。是，小小姐。劝你们别不自量力，要不要阻止？你能打过他，还是等将军回来，让将军处理吧。我和林如泉先走一步，你们把马匹全部赶到秦府去。外婆们好，外婆有事找小鱼儿。京城各铺子货物全部都收拢了回来，外婆们也不打算卖了，决定全部给你。
小鱼儿，外婆们准备去幽谷了，这秦府的一切就交给你了。小鱼儿明白了。走，和外婆们去仓库看看。怎么还要坐马车？等会你就知道了。走在去仓库的路上，陆瑜心里十分震惊，秦府太大了，大到竟然围了一座山。外婆，秦府这么大，不违规吗？确实是违规了，但没人会说什么，因为这是先皇同意的。听到先皇，陆瑜突然想起外公在空间里留的信息，说先皇也是一位穿越者。外公主动与其相认后，想象中两眼泪汪汪的场面没有见到，却等来了对方背后递刀子。若不是外公有点本事，估计也就没现在的秦家了。到了。看着堆积如山的黄金，陆瑜脑子早已被冲击的一片混沌。上辈子穷了20多年，钱最多的时候还是刚办信用卡时的刷卡额度，两世差距实在太大，让他一下变成了个土包子。小鱼儿，外婆们要离开了，这些全部是给你的。外婆们钱带够了，不用担心，外婆们身上的钱财排在花招前几还是没问题的。小鱼儿，怎么了？我想现在就把这些给带走。小鱼儿有办法带走。小鱼儿，这是你的金手指对吧？小鱼儿，这些全部可以收起来。可以，有多少都能装下。没过多久，整个仓库全部被搬空了。既然小鱼儿有此等本领，其他仓库里的东西也一并让小鱼儿取走。现在就去。就这样，几人把个大仓库转了个遍。小鱼儿，接下来要去收的东西不一般，轻易不要拿出来。小鱼儿，这些都是超厉害的武器，你看这个叫机关枪。小鱼儿，你认识啊？赵外婆，你忘了小鱼儿和外公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些东西你都知道怎么用，外婆就不给你介绍了，快都收起来吧。全部收完，又花了半个时辰。回到宴客厅，绿果他们也早已把马匹赶到了秦府。小鱼儿，这些马是怎么回事？不等陆瑜说话，秦六六兴奋着将出门时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干得好，这些马都不错，正好给咱们拉车去幽谷。这些可够，不够的话，我去找便宜祖父再要一些。小鱼儿，记住一点，除了皇家人外，你祖父是最不能得罪的人，一定不要让他厌弃你。他要是向着自己，那就努力不让他厌弃；如果不向着自己，那厌不厌弃又有什么区别？怎么没看到绿萍和一时？回小小姐，绿萍刚才看到自家铺子里有人闹事，就和一时去处理了。陆瑜顿时看向林如泉，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我这就去看看。女孩本是帝国最受宠的公主，各种珍宝赏赐无数，可她却以抢劫为生。今天本以为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没想到竟栽在一个3岁小娃手里。怎么回事？小小姐，皇帝的妹妹四公主华服妃。她为什么闹事？小小姐，她不是闹事，而是打劫。抢劫？她要抢什么？小小姐，四公主她要泥云锦，可是我们店铺根本不卖泥云锦的。没得卖，为啥还来抢？泥云锦很难得，每年我们会有6匹，是专供小姐和小小姐做衣服穿的。小小姐，你身上穿的全是泥云锦做的。岂有此理！要是被他抢了，我还穿什么？他派人去通知刘玉珠了，要刘玉珠以后将所有泥云锦送给他，现在正在铺子里等刘玉珠。什么？这是我娘亲的嫁妆铺子，刘玉珠凭什么做主？这是明着帮刘玉珠抢我娘亲的嫁妆来了。站住！找死！滚出去！去你丫的！外面怎么回事？公主，刘嬷嬷不知被什么人给伤了。闻言，四公主蹭站了起来，大步就往外走，完全忽略了3岁的小陆瑜。走到外面，看了一眼刘嬷嬷，一个嬷嬷她还不至于心疼，但公然打她的人，就等于在打她的脸。带着怒气走到店铺门口，看到全部带伤的侍卫，目光落在林如泉身上。他们是你伤的？大胆刁民，等公主问话，你居然敢不回！大胆盗匪，光天化日打砸抢掠，还好意思在这里大声质问？公主，个
个子太小了，只能够到腿。你个杂种，居然敢冒犯天家公主，还敢打本公主的人，本宫要诛你9族！嘿嘿，9族也包括刘家、文家，别忘了你诛9族什么的，想想就好了。店铺掌柜和伙计呢？回小小姐，佟掌柜和伙计受伤严重，已经送到医馆救治了。绿果去京兆府报案，就说有人光天化日打劫还伤人。这报京兆府，这孩子不会是个傻子吧？这可是受宠的4公主，京兆府大人也会向着公主吧？一会一定要让京兆府梁大人将这冒犯的小鬼打个几十板子。六六，你去定国公府告诉祖父，有人欺陆家3岁小儿了。原来这孩子是国公府人啊，难怪敢和公主叫板。四公主傻眼了，她忘了这孩子虽然是那个商女的孩子，但也是定国公的孙女。刘玉珠才是陆家真正的3儿媳妇，那个商女的孩子算个屁！有刘玉珠出头，想来定国公也不会为这商女的孩子对自家儿媳妇发难。真是被那个小孽畜给气到了，怎么就没想到秦书没了？她的嫁妆自然该由我来掌管。这次正好有4公主撑腰，可以光明正大接手秦书嫁妆。公主，您这是？唉，你在将军府肯定也受来不少委屈吧？毕竟这小鬼实在太恶毒了，你看看这些全是他干的。这小孽畜实在是太无法无天，敢和公主对着干，不行，这小孽畜留不得了。怎么回事？京兆府的人还没来？不等了，本宫亲自去京兆府。公主，您这身上有伤，还是赶紧去医治比较好。不用，这都是和定国公讨价的本钱，怎么能轻易医治？散开，都散开！京兆府衙役领头金大头看着杂乱的现场，眉头能夹死苍蝇。在绿果没报官前，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梁大人也不敢管这事，一个公主，一个国公府小小姐，哪个都不是他能得罪的。可现在人家报了官，不来也不行。见过4公主，然后又朝陆羽点头微笑，算是打招呼。既然人来了，那么就去京兆府，让梁大人来断一断这伤害皇族的罪该怎么判。您请。等一下，女子抢劫被抓，态度十分嚣张，见到官差更是嚣张至极。官差不但不恼怒，还笑脸相迎。原来女子是当朝公主，官差本想让店家息事宁人，但小奶娃店主却不同意。我的丫鬟报官，有人光天化日打劫还伤人，你来了都不查。该死，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什么抢劫？这店铺不诚实，明明有倪云锦，却不卖。本公主生气摔了几匹布而已。就这现场，瞎子也能看出来是遭劫了。看你眼睛挺大，应该不瞎吧？金大头看了眼被拆的店铺，又一脸幽怨地看向4公主。怎么？难道本宫还不能发个脾气？明明有倪云锦，却不愿意卖给本公主，他们这是藐视皇族。4公主，绝没有此事，请公主放心，过会一定将倪云纱送到公主手上。店铺掌柜在何处？那个掌柜的受了点伤，去医馆了。掌柜的不在，你应该知道倪云锦在何处，快拿给4公主。切！没听到本夫人的话，赶紧去拿，开罪了公主，你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的。小二娘，你这是要染指我娘的嫁妆？胡说八道！什么叫染指你娘嫁妆？如今你娘过世，你也才3岁，二娘勉强帮你打理而已，等你长大再还给你。一个想把我娘扔乱葬岗的人，会好心帮我打理我娘的嫁妆。原来这事是真的啊！这刘玉珠也够无耻的，人都死了还不放过。真看不出来，这人心还真够狠的。嘿，大户人家就是龌龊。可不是，这些个大户人家连人命都不当回事的。那乱葬岗大部分都是他们打死的丫鬟小厮。刘玉珠听着这些人的话和看向自己的目光，只觉脑袋嗡嗡的，然后眼前一黑，倒了下去，跟着的婆子没接稳，重重砸在地上。哎呀，二娘这次是真晕了，要再接再厉，下次争取把她气吐血。你还办不办案了？小祖宗，能不能和解？不能，我没了娘亲，祖母不喜，父亲不爱，还有个天天想欺负我的二娘，于是我只有自己立起来，
不然日后还不被人欺负死。这个小奶娃死了亲娘，祖母不喜，父亲不爱，还有个恶毒二娘在一旁虎视眈眈。为了生存，他准备杀鸡儆猴，拿公主开刀。你好大的胆子！本公主乃是皇家人，居然拿本宫当鸡，简直罪不可恕。还知道自己是皇家公主，不以身作则，维护皇家体面，光天化日抢3岁孩子的东西，你才是罪不可恕，还无耻之极！臭不要脸！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东西，是来买东西的，是掌柜不卖。掌柜难道没有告诉你店铺不卖倪云锦？说了又怎样？他那是撒谎。这家铺子明明每年都有6匹倪云锦名额，他就是故意不卖给本公主。看清楚了，倪云锦做的1年才6匹，自己穿都不够，为什么要卖？要是卖给了你，那我穿什么？哼，臭不要脸，抢一个3岁孩子的衣服！倪云锦是用红蚕丝制作而成，红蚕又异常珍贵，极难养活，所以制作的倪云锦少之又少。此等珍贵之物，整个皇室1年才只有6匹，而你一人却占了6匹。这倪云锦是我外公特意培育红蚕制作出来，送给我娘的出生礼物。送进宫的还是先皇和外公讨要，外公这才勉为其难匀了些给皇室，还是不收钱的。这倪云锦居然是秦家制作的，原来还是皇室占了秦家的便宜，还得了这么多匹，怪不得人家小家伙得到的比皇室多。哼，你这身衣服穿的是不是不合身？传陛下口谕，宣四公主陆于小小姐进宫觐见。哈哈哈！你就是那个打劫犯的哥哥。不许胡说！小孩子不能撒谎，我没有胡说。陛下，小女憨傻，不知是冒犯之处，还请原谅一二。露馅了，不用紧张，这还不至于和一个孩子计较。皇兄，陆家小鬼胆大包天，不光伤了皇妹，还对皇家没有半点敬畏。对了，他还不孝，把陆3少夫人都给气晕了过去。闻言，陆献佛他一点也不怀疑玉珠被气晕，这是有假。陆3少夫人是我娘亲，已经死了，你再敢用陆3少夫人称呼别人，我打死你！四公主被他这眼神吓得连连后退，本想说你放肆，但在那幽深不见底的眸光里，愣是说不出来。花晨一脸色也冷了下来，不管年纪多小，当着他面威胁皇家公主，这是一点也没把她放在眼里。陛下，孩子这是在为他娘亲打抱不平呢。男的这么小就这么孝顺，是个好孩子。这老家伙是在点我，拿了人家100万两黄金，还处处打压，把本该是情书的告密给了刘玉珠，还破坏惯例，允许陆献娶嫔妻。皇兄，倪云锦从先皇在时就是这样分配的，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让出来？还是图用公主身份逼迫别人？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会让皇室声望有损？你给陆瑜道个歉，另外10倍赔偿店铺里的损失。为了报答祖父的帮助，小团子挖出了珍藏已久的好酒。祖父，这就是事事如意。好酒？为什么爹没有？哼，因为这酒是外公特地为娘亲酿的，取名事事如意，希望娘亲可以事事如意。而你让我娘亲事事伤心，所以你不配喝。娘，你来这里做什么？自然是问问你爹究竟是什么意思。来了将军府，居然直奔小孽畜这里。娘，爹来这里只是小鱼儿孝顺他一坛酒而已。比他娘还不如，至少秦叔不会对人谄媚，他倒好，小小年纪居然会用东西笼络人了。还有你爹，身为国公，什么酒没喝过，居然被一坛酒就给收买了。娘，我们回去吧。你还是我儿子吗？娘和你父亲闹到这一步，还不是为了你？你不想着替娘和你爹缓和关系，反而阻止娘与你爹见面，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娘，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可你有问过我想不想要吗？又是大哥二哥，大姐对儿子都爱护有加，可你却多次对他们下毒手。你有没有想过儿子的感受？而每一次爹和大哥他们都因为儿子的缘故重拿轻放，儿子羞愧的恨不得从来没有来过这世上。你不是羞愧来到这世上，而是嫌弃从我肚子出来的。你是不是在想，如果我不是你娘就好了？娘，你好自为之。回去吧。祖父，我爹的眼瞎原来是遗传啊！哼，你是不是还有东西没孝敬祖父？布料不错。祖父，听说你有个马场，怎么这府里的马全被你给牵走了，还不够？好东西，没有够不够一说，只有要了还要。眼里明明没有贪欲，却偏偏这样说，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可以给你1匹汗血宝马。
再加10匹汗血宝马杂配后代。我也有几匹好布送给祖父。祖父，布已经给你了。这是要撵我走？小家伙意志力倒是不错。小鱼儿，你很介意陆三少夫人这个名头是不是你娘的？这个名头除了我娘，谁敢冠上，一定打死。可是你小二娘她也是你爹妻子，这个名头她已经冠上了。平妻就是一切，不算是冠上。真是可惜了，这天生神女，若是男孩可以丢到战场去。念你一片孝心，祖父和你保证，祖父在一天就不会有其他人冠上陆三少夫人的名头。要是渣爹一定要把这个名头给刘玉珠，该怎么办？那就将他踢出族谱。祖父，族谱上能把刘玉珠继承妾吗？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图个痛快。做人大气点，别这么事事计较。姐姐去水边玩，不慎溺亡，妹妹前来送别，后娘却想让妹妹陪葬。玉珠，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自然是让这小孽畜给我的家宝陪葬。你疯了不成？我才没疯，是他害死了我的家宝，让他陪葬天经地义。少诬陷我，我可连陆家宝的边都没挨过，你就是想要我的命罢了，找什么借口？小贱种，若不是你将马权给牵走了，就可以早一点请到御医，我的家宝绝不会死掉。好不讲理，明明姐姐从塘里捞上来时就已经没了，之所以又请那么多御医来，无非是你们不相信她死了而已。玉珠，御医都说了，家宝已经死去6个时辰了，而捞起家宝是在4个时辰前，这和有没有马早请御医根本没关系。那也一定是他让人把家宝丢到水里的。玉珠，事情还在查，不要瞎猜测。你好呀，穿越者，今后我会好好招待你的。祈求佛祖让我孙女复生，只要我孙女复生，我愿给满4神佛塑金身。灵山寺大大小小100多个佛像，就是把我还有国公府都卖了，也未必够。现在这话已经传开了，整个京城都知道了。真是蠢妇，他大话说出去了，如果不兑现，到时不光将军府，就是国公府都将会成为天下笑柄。父亲，母他会不会去打秦家的主意？肯定会，只不过他一个铜板也不会拿到。那个小人又记仇又抠，想从他手里拿钱，还不如期待天上下金雨。父亲，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国公府是国公府，将军府是将军府，完全不相干的。娘，妹妹有很多钱。我们家宝都知道那小孽妹妹有很多钱啊。听丫鬟说，妹妹是天下第一妇，最有钱了。要解决这个难题，光秦书嫁妆可不够，必须加上秦家的钱才行。家宝好好休息，娘亲出去办点事，一会就回来，好不好？娘，家宝会很乖的，等娘回来。玉珠啊，你也把你的嫁妆处理处理，尽快凑出金子来。自己惹出来的破事，一句轻飘飘话就想让我拿出所有嫁妆，也不撒泡尿照着。娘，给灵山寺所有佛像塑金身，可不是我那点金子就够的。别说拿出儿媳和您的嫁妆，就是把刘家和文家全部扒干净也不够。需要你提醒？难道本夫人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在外宣传？自然不止我们婆媳的嫁妆，还有秦书的嫁妆，另外还有国公府那边也得拿个大头出来。毕竟家宝也是他陆金墨的孙女，他应该出个大头才对。自家这婆母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那边不论是公爹还是世子，亦或者二公子，对他都是恨之入骨，还想拿银子，想屁事吧？娘，我们还可以和秦家借一些银子。毕竟是亲家，我明日亲自去一趟秦家。我明天就去处理秦书的嫁妆。那就交给你了，尽量快些兑换成金子。怎样才能从秦家拿到银子呢？你过来，你带2人把秦书的尸体挖出来。这怎么你不想去？没有，老奴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请夫人放心，老奴一定会办妥。去吧。他明明是一妾，却以主母自居，更是不把嫡女放在眼里。我好歹也是将军府的主母，来到你这的务院，居然连屋子都进不得。你就没点自知之明？你在我这连个屁都不是，还想摆谱？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还有以后要点脸，平妻虽然带了个妻字，但说到底还是妾，你要认清自己身份才是。妹妹，你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娘亲也是你的母亲，来得正好，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人心险恶。姐姐过来，小鱼儿有话要和你说。一个3岁孩子还不得被自己随意拿捏。
你身体才好，不适合走动，有什么话就这样说。妹妹，有话就说吧，娘亲不是外人，你娘是外人，还是恶毒的女人，才不是一家人。哈哈哈！姐姐，我们才是姐妹，那个女人是外人，是毒妇，你以后也不要理她了。小孽畜居然敢当面挑拨我和女儿的关系！不许说我娘，你才是毒小孩，你娘才是外人。家宝不弃，娘亲不是外人，也不是毒妇。那个小孽，你妹妹她是被丫鬟婆子教唆坏了，等以后好好教一教，她就会变得明事理了。不说刘玉珠人品怎么样，对于女儿，她还是会正面教导的。她不希望自己私下做的一些事被女儿知道。娘亲就是心善，都被人骂了，还想着教好我，看来有必要让娘知道你的抱怨可以报德。你们如果再敢叫妹妹顶撞娘亲，我就让爹爹把你们全部发卖了。切！来人啊，给我打死这老鬼婆！娘的小乖乖，不气不气，你可是千金大小姐，可不能和这些下等人计较。我说你们这对母女这是在唱戏呢！大胆，一个婆子也敢对主母说出此等话，秦家家教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小二娘，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可是本小姐的姑老祖，可不是什么婆子。你对姑老祖不敬，还编排我外祖家，砸死你都是活该。你虽说是平妻，但花朝以前可从没有平妻一说，大概国公爷也是因为这个，这才将少将军这一房给分了出来，只为了不败坏陆家声誉。所以你这个平妻，再有规矩的人家也就是一切。自个什么身份可要看清，一个妾而已，别想着来我们的务院摆你的主母谱。老婆子我再不济，也是将军府嫡小姐的长辈，还轮不到你一个妾室来教训。而秦家虽是商户，但也是有规矩人家，再听到你瞎编排，打烂你的嘴。少夫人，娘亲，他这一吐会不会以后身体就不行了？不说以后，有可能这一下就醒不过来了，大概要吃席了。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娘亲送回去！站住！将他杖毙了！女子因为一句称谓，就此丢了性命。为什么杀于嬷嬷？为什么杀？手脚都废了，居然还能爬出来，真是太不安分了。来人啊，将这小杂种拖回去！如果他还不安分，就将他全身的骨头敲碎。因为他称呼刘玉珠为少夫人，就因为一个称呼，你就这么残忍的杀了于嬷嬷？爹爹，家宝怕妹妹，妹妹好坏。家宝不怕，爹爹在的。原本以为他只是性子直且憨傻，现在看来他就是个天生坏种，恶魔，绝不能让他再待在将军府了。陆宪厌恶地看了眼陆瑜，抱着陆家宝大步离开了得物院。小小姐，别难过。陆瑜扫视一圈，见大家都是一脸担忧。你们在担心我会因为陆宪的态度而难过，其实你们想多了。除了外婆们的亲情，其他所有人的我都不稀罕，所以你们完全不必担心我会因为陆宪的态度而受伤。爹，孩儿想将陆瑜送到骷髅岛。陆金墨审视路线，骷髅岛是在一片海域里，有进无出，岛上全是危险，人根本无法生活。说送陆瑜去那里，其实是想让他死。哼，你这是不想脏自己的手，让毒蛇猛兽替你下手。爹，儿子没这样想，儿子只是希望他远离，而除了骷髅岛，其他任何地方都灌不住他。至于骷髅岛上的毒蛇猛兽，有那么一群秦家人在，加上他的天生神力，肯定能在岛上活下去。宪儿，你老实告诉爹，刘玉珠到底对陆瑜做过些什么？爹，为什么这么问？因为爹觉得小鱼儿对刘玉珠的恶意太大了点。陆宪沉思，脑子里在回忆着玉珠可还做过什么。可是不论怎么想，也只有丢情书失身那一件事。爹，除了丢情书失身那件事，其他儿子不知。陆大，你去把情书和刘玉珠进将军府后发生的所有事情调查出来，另外还有小鱼儿出生后发生的不同寻常事也调查清楚。是。陆宪心中有些不安，总觉得有他不知道的事在私底下发生了。爹，送陆瑜走这件事暂时放下不要提，等陆大的消息后再做决定。另外，陆瑜打杀人的事，爹不希望有人闹出将军府。爹，儿子知道了。告诉你娘，给灵山寺佛像塑金身，既是自己许下的愿，就自己去完成，别拖累旁人。
爹，儿子能不能在国公府住几天？孩儿告退。喝，继续喝。走吧。老二，你去国公府找国公爷禀告此事，我去盯着他们。好。找到了。就是这里，快挖！为了谋夺亲家家产，婆婆命人盗掘儿媳尸体，不曾想被孙女抓个正着。住手！这么晚了，你不在府里歇着，跑这里来做什么？自然是在等祖父来主持公道。国公爷饶命！国公爷饶命！老奴只是奉夫人命令行事。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只有一次机会，胆敢隐瞒或者糊弄本国公，脖子上的脑袋就别想要了。奴婢说，夫人要给灵山寺佛像塑金身，钱财不够，刘少夫人提议向秦家借一笔，夫人怕秦家不同意，于是派老奴过来挖尸体要挟秦家。哼，主意打得还真是好，下作手段永远都上不了台面。小燕儿，我准备派人看着你祖母，让她远离京城，你看可好？像她这样心思恶毒的女人，祖父不休了，还留她败坏国公府的名声吗？若是休了你祖母，对你父亲影响太大，我们还是……祖父，你若是不休了她，我就满大街去宣传国公夫人挖儿媳妇坟，要用儿媳妇尸体朝亲家索要好处。你是在威胁我？哼，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将这份休书交给你们夫人，告诉她，从此本国公和她再无瓜葛。爹，求您收回休书，儿子会将母亲送得远远的，绝不让她再出现在京城。陆宪神色痛苦，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做出挖坟取尸那样糊涂的事情。宪儿，此事为父已经下定了决心。启禀国公爷，少将军，一位自称灵山寺无望大师的人来了。这位大师就算是帝王想见都不一定能见到，怎么会突然上门了？难道是因为塑金身之事？看到无望大师的那一刻，陆金墨被震撼到了。其实他曾经在30年前见过一次无望大师，如今30年过去了，他的样貌居然半点也没变，看起来还是20岁左右。大师来此可是为了文事，给灵山寺佛像塑金身一事。僧来此并非为了塑金身一事，而是为了令孙女来的。提到孙女，父子两人一瞬间想的都是陆羽。不知大师何意？令爱民有一劫，若继续养在府里，恐会凄惨而终。僧想带走他，替他化解劫难。带走好，陆羽在府里就不得安宁。就那么个小人精，还能有人让他凄惨而亡？不知国公爷意下如何？我那孙女别看年纪小，可主意正得很，不如问问她自己的意愿。若她自己同意，本国公是不会阻拦的。那就问问，刚好她已经到了门外。家宝，怎么是你？你继续待在这府里将有一大劫，而且这劫你过不去，要不要跟着僧走？可帮你化劫，等你16岁方可回来。陆家宝一听有劫过不去，立即就想到了陆羽，他的劫肯定是他造成的。家宝可自行决定。爹，能让陆羽走吗？这样家宝就肯定不会有劫难了。小家宝，他走不走你的劫难都躲不过，只有跟在僧的身边，才可替你化解这劫难。闻言，陆家宝纠结了好一会后，咬着牙点了点头。陆金墨，你不是人，居然敢给我休书，你要毁了馅儿！国公爷休妻，却遭到高僧的威胁，令孙女将来是要做一国之母的，国公爷莫要因小失大，毁了国公府。无望大师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僧或许话说得过于锋利，但也说的是事实。命运这东西凡人无法掌控，只有顺应而已。无望大师可能不了解本国公，本国公最讨厌被摆布，哪怕是命运也休想。好言难劝该死鬼。祖父，不如就听这位大和尚的，收回休书。本鱼儿倒要看看刘玉珠的种能不能爬得上去。小施主，你该知，有些东西是你无法改变也不可改变的，为何不顺应自己的命运？这和尚当死，这是让我乖乖的不要反抗，看着秦家外婆被杀，家财被夺，在后院等着被虐待致死。和尚，我不喜欢被人安排命运，若真被安排了命运，那我一定将安排的那个人或者神给踩在脚下。这个妖孽心性未免太狂妄了一些，也太自信了一些。昨日还威胁祖父给文氏休书，为什么又劝着让祖父收回了？嘿嘿，
祖父不觉得与天斗的乐子比与人斗更有成就感？那你打算怎么做？刚才那无望大师虽然有点讨厌，但不可否认是有真本事的。他说家宝以后会登上凤尾，以你现在对刘玉珠做的，一旦他登上凤尾，那你可就要惨了。祖父，你是站在我这边的。祖父也不喜欢被人安排命运，所以祖父是站在你这边的。那祖父帮我拿下三国交界处的万丛山如何？小鱼儿，你不能一句话说要就要，至少得给祖父一个合理理由才行。祖父，小鱼儿想在万丛山自立为皇。小鱼儿，万丛山虽毒雾笼罩，不属于任何一国，但资源富饶，你想占领三国都不会同意的，还不如直接造反简单。祖父，虽然你收回了休书，但巫婆的惩罚不能不给。放心，祖父会给你个交代。秦明拜见小小姐。外婆说你们都归我了，你们可有异议？小小姐，我们全是老爷为小姐训练出来的人，如今小姐没了，我们自然都归小小姐。那我布置任务，秦明带一队人去万丛山清理一块可以住人的地方出来。我这里有外公留下的秘药，可保大家不被毒物侵蚀，所以在万丛山唯一的威胁就是猛兽。小小姐，既然有能抵抗毒物的东西，那是不是要把里面的宝贝搜刮一通？ No。若受伤或者生病，可挖来用，不要肆意滥采。那里以后可是我的地盘，生态环境可不能被破坏。听到他的地盘，众人又是一阵疑惑，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秦毅，你带着人在外收人，比如那些小乞丐，还有一些活不下去的人，只要他们愿意跟着你们走，就送到万丛山交给秦明。秦明，你第一任务是弄出一块根据地，等人送过来后，就要负责训练。小小姐是想要训练暗卫。算不得暗卫，就是希望多些武功高强之人可供使唤。如果可以，可按照军事来训练。那按照秦老爷教的训练特种兵方法训练可行？当然可行。请问小小姐需要收多少人？1万不嫌少，10万不嫌多。老太太谋夺孙女财产不成，反被气得一病不起，却不知悔改，还要让孙女床前伺候。那就去看看这老巫婆又要做什么妖。小鱼儿是来看祖母的，有心了。爹，你难道忘了这毒巫婆挖我娘坟的事？也确实是来看她的，只不过是来看看她的惨状，然后好回去下饭。小畜生，不孝不悌，当天打雷劈。陆宪冷冷看了眼陆瑜，娘，他说那话就是故意气你的，你要是真的生气，就着了他的道了。你要干什么？市集呀，是他派人请我来的。娘这是多想不开啊！让他来市集。娘，陆瑜年纪还小，市集还是交给有经验的婆子比较好。我是嫌命太长了，让他市集。这个黑心肝的小畜生还不下毒手把我送走了，我只是找个由头让他过来罢了。放心，娘只是找他来说说话，真有什么也是其他人做。找他说话，你是真想不开啊？说话呀，那你说呀，我听着呢。你娘也是将军府人，而你也是将军府的闺女，如今将军府有难，是不是该帮着解决一下困难？老巫婆这是不死心，还在惦记娘亲的嫁妆。老巫婆，你虽然现在的样子很丑，但做的梦还是挺美的。不过梦就是梦，永远不可能实现。你六六，你说他是怎么瘫痪的？中毒还是被打的？小小姐，奴婢不知道，不过应该不是打的，因为房间里没有血腥味，也没有油味，那就是被下毒了。反正不管是怎样的，总之他瘫痪了就行。小小姐，文氏没有中毒。说说你怎么知道他没中毒？因为陆夫人脸上的憔悴和病态，全是利用胭脂水粉涂抹出来的。确定？确定。祖父到底有没有下手？还有文氏又为什么要故意装病？林如泉，你去查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夏儿，娘，以后还是不要去惹陆瑜了。什么叫我去惹他？我是他祖母，教训他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与其在这里让我不要惹他，不如去教他什么是孝。娘，如果一开始好好安葬亲叔，也不会让陆瑜对你有这么大的仇恨。且陆瑜性子古怪，无法无天，儿子劝您也是为了您好，而希望娘好好想一想。不针对小畜生是不可能的，就因为他让儿子受累，儿媳气病，家宝出外避祸，夫君对我下毒手，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只有除了他，将军府才会有安宁日子。
国公爷，您说给我们小小姐交代的。你身为第一高手，难道不知道昨夜芍药园发生的事？我昨日不在府里，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现在陆夫人安然无恙，她的病态全是装出来的。怎么可能？我亲自下的软骨散，此药不会要人命，只是将骨头软化，犹如刚出生的婴儿般。你是在怀疑本国公和文氏演习诓骗你主子？国公爷误会了，不论是在下还是小小姐都没有怀疑国公爷，是小小姐觉得事情很蹊跷，怀疑有人背后捣鬼。我家小小姐想知道那人是谁，回去告诉那个小儿，此事本国公会去查。来人，去查一查吴望和尚是何时出城的。小奶娃晚上不睡觉，扮作死去娘亲的样子，来到祖母床前。娘，你好狠的心呐！小家儿媳就乱想搞，还要挖儿媳的坟，好恨呐！娘，儿媳怨气太重，无法投胎，都是你的错，你的错。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是你自己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嫁给我儿？你要是不嫁进来，我也不会针对你。你走开，走开。娘，娘。滚开！你滚开！来人啦！来人啦！我不怕你，不怕你。在文氏接触到陆瑜的那一瞬间，陆瑜进入了空间，看着突然消失的身影，文氏更加害怕了。他踉跄着往外跑，奈何门根本打不开。开门！来了，把他丢到娘的坟前。要他的命，吓吓而已。看来你是真不招人待见。夫人不见了，少夫人，夫人不见了。婆婆这是知道凑不出给佛像塑金身的金子，所以故意躲了起来。知道了，我让鱼。话没说完，他突然想到于嬷嬷已经没了，顿时整个人变得萎靡了。我这就让人去找。国公爷，小小姐把夫人丢少夫人坟前了。小人儿还真是睚眦必报，回去了就当不知道。你也没来给本国公报过信，所以本国公也不知道这事。属下明白了。是不是你把你祖母抓了？我只会整人，才不会抓人。别让我发现是你做的。以后他来需要通报，不许他自己进来。明白了，小小姐。少将军，在下今日寻祖坟山，发现陆夫人不知何缘故躺在少夫人坟前。我只会整人，不会抓人。他怎么敢的？那可是他的祖母，不孝，太不孝了，真是个妖孽，不能留他继续在将军府了。少将军，多谢总教头前来告知，本将军这就去接回母亲。秦叔，走开，走开，是你自己不好，不是我的错。娘，儿子来带您回家了。不要，不要过来。我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少将军，这我们也不知道。发现陆夫人的时候，她就是这样了。我们将她带回来，就放在屋子里，然后就给你去报信了。为什么自从秦叔死后，将军府的事情就一茬接一茬的发生？玉珠病了，娘疯了，家宝被吴望大师带走避难了，而我也要被折磨疯了。陆瑜真是来讨债的。要快刀斩乱麻，不能放任他继续祸害人了。小奶团子为了给母亲报仇，下封祖母。父亲本想大义灭亲，却被祖父拦下，接去亲自抚养。你去把本小姐接下来15年该有的花费整理出一张单子，包括以后出嫁府中要出的嫁妆。既然要把我送走，抚养费自然要一并带上。奴婢这就去整理。小小姐总共需银15万两，请过目。不必了，直接拿去给账房，把银子结算带回来。是。玉萍姑娘，您请稍等，这单子老奴做不了主，需要请示一下少夫人。不知在下犯了何错，要挨这一巴掌？因为你刚才说错话了，少夫人是我们家小姐，请问你是要下去和她请示？是小的错了，请玉萍姑娘原谅一回。小的这就去找刘二奶奶请示一番。为何又打小的？我们小小姐是嫡女，你觉得一个小小妾室能做我们小小姐的主，她配吗？怎么就不能了？刘少，二奶奶是管家之人，管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小的错了，小的这就去和少将军请示一下。去吧。
将军，账房有事要请示。账房有事，该去请示上玉珠才对。账房说是关于陆羽小小姐送来的清单一事，他不敢去请示刘二奶奶。让账房进来。这小家伙还真是死要钱的性子，不过还是有缺漏的。按照这份清单，再加6间铺子和3处田庄，准备好给小鱼儿送去。你让我拿什么准备？银子都被夫人拿去灵山寺给佛像镀金身去了，让我把佛像搬回来吗？怎么，是有什么问题？少将军，咱们府上只有370两银子了。怎么可能只有这点银子？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回少将军，府里的金银全被夫人拿走了。闻言，陆宪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无力往椅子上一坐。少将军，小小姐这，你去将库房的一些东西变卖，凑够钱给小鱼儿。少将军，库房也已经卖空了。你去把我私库的东西变卖，凑钱给陆羽。是。本来准备给你几个庄子和铺子的，但如今府里情况不好，所以爹多给了你1万两银子。等以后情况好了，爹再补给你。谢谢爹。很多事爹都没做好，也无法去周全，希望你能原谅爹。陆羽心里莫名的难受了一下，他鬼使神差问了一句：什么情况下会让你对自己的女儿10几年不闻不问？我最大的女儿才3岁，哪来的10几年？无法面对是吧？为什么无法面对？这个有多种情况，比如看到女儿会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有对女儿很愧疚，无法面对自己内心。那又是什么情况下，在知道自己10年不见的女儿变成瘦小残疾，只能爬行时，你不去查明她为何会这样，而是随便听信别人说的全是她自己做的后，就将这事接过去了？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小鱼儿为什么要问这个？打个比方而已，不讨公道，只能是牵扯到了更重要的人。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最重要的人，维护也是情理之中。理解归理解，不过那是站在外人角度，但他是当事人，所以绝不原谅。难道这就是他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鱼儿，爹，小鱼儿也有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为了保护最重要的东西，小鱼儿可与天对抗。小奶团子小年纪就有了大人的烦恼，为了能在国公府站住脚，已经烧秃了666根头发，就为了给每个人送一份满意的礼物。小小姐，国公爷好像喜欢神兵利器，不如就将清风剑送给国公爷。世子也喜欢书画，就将云姨奶奶的书画给一幅。二公子喜欢。二公子喜欢什么来着？二公子最爱养各类猛兽。这我们上哪抓猛兽去？我记得书中陆家宝从一个叫梁老鬼的手里得到了一只八哥，二伯父特别喜欢。林如泉，你去京城外一个叫山怀村的地方，找一个名叫梁老鬼的人，买下他手里的八哥带回来。世子夫人是名门闺秀，最是规矩，喜好不明，可中规中矩送一套头面。二少夫人钱蓉是武将家闺女，听说会耍鞭子，不如就送根好点的鞭子。外公的收藏品里应该有鞭子，玉萍去挑一根出来。是。接着就是小小姐的2位哥哥和1位姐姐了，2位公子都是7岁，正在读书，不如送些笔墨纸砚。二房的佳怡小姐6岁，同样也在读书，不过因为是女孩子，还是送些好看的首饰。小小姐，您觉得这样行不行？董嬷嬷，2位哥哥和姐姐喜好不明，就不要送物品了，直接送银票，让他们喜欢什么就自己去买。陆羽之所以投其所好，并不是为了特意讨好他们，只是单纯的想付个昂贵的房租，不至于让他感觉到寄人篱下。我靠，哪里来的厉鬼，吓死小爷了！炖汤、清蒸还是红烧？美丽的小仙子，是否有烦心事？需不需要小哥给您唱首歌？唱，如果不好听，就分歌诗做菜。其实他很想逃的，奈何带他回来的林如泉还在，他有自知之明，逃不掉。清清嗓子，这只鸽子也太人性化了点。把伤疤变成一幅画，上路把风霜当然就义。这歌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难道这只八哥已经和陆家宝见过了？闭嘴！你见过陆家宝了？陆家宝是谁？我问话，老实答，不然你就只有一个用途了。小仙女，您问，这首歌谁教你唱的？看他这神情态度，怎么好像认识这首歌？难道他也是个穿越？
老乡，你是老乡对不对？老乡，这只八哥真是穿越的呀！你是人？哥不是人，哥就是哥。怎么来这里的？哥好冤枉，哥就只是做了个梦，就到了这里。什么梦？就是哥梦见哥停在法院外面的树上休息，不知怎么回事，法院里突然响起了枪声，哥不小心被打中了。当时哥以为自己死了，可谁想一道雷电劈了下来，然后就来了这里。这只八哥来到这里，难道和我有关系？他把鸽子切块，放入锅中爆炒，放入调料，烧好出锅，就做好了一盘香喷喷的爆炒鸽块，然后放到桌上，请老乡品尝，尝尝我的手艺。哥是吃素的，我这么辛苦做菜招待你，你敢不吃？别啊，老乡，哥可以替老乡做事。我能信任你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哥绝对值得信任。你没听过另外一句老乡见老乡，背后插一刀？哥没听过，老乡，你放心，哥在这世界能见到你这位老乡，那就是缘分，绝对不会插你一刀的，哥只会帮你插别人刀。如果你遇到其他老乡，你也要帮他插别人刀。还有老乡，小老乡，你放心，哥先与你遇到，那就代表哥和你有缘，哥只会帮你一人。那你记住了，若你敢背叛，我炒了你，还会请道士做法，让你魂飞魄散。小老乡好可怕，不背叛，不背叛，绝不背叛。这也太好吃了！吃饱了，你该干活了。老乡小姐，你尽管吩咐，哥一定好好干活。你去陆将军府盯着那2位女主子，若有大小事，来报告给我。老乡小姐放心，保证一丝消息都不漏。小小姐，今日世子夫人派人来说，在外院给林家兄弟安排了住处。府里规矩外男不能住在内院，但林家兄弟不在身边保护，陆瑜不放心。这个我去找祖父说。祖父，我想让林家兄弟住在我院子里。外男住内院不合规矩。为什么不合规矩？因为是外男。哦，那暗卫为什么可以在？那不一样。哪不一样？是暗卫下身的2两肉被切了，算不得男人。这虎狼之词一出，陆惊墨惊的不行。哎，你是国公爷的暗卫吧？怎么从屋顶掉了下来？别胡说，暗卫又不是太监，怎么会？既然如此，为什么同是男人，暗卫可以在内院，林家兄弟却不可以？陆惊墨只觉得无言以对，他的理论是对的，但大家对护卫和暗卫的定义是不同的。小月儿，你能不能告诉祖父，明明暗卫和护卫都是男人，为何自古流传暗卫可以在内宅，而护卫不可以？还不是男人的自私心理，内宅是女人居住的地方，怕被戴绿帽子呗。至于为何暗卫可以，无非是暗卫经过严格训练，对主子忠心程度比护卫好多了，所以给主子戴绿帽子的机会小了很多。男人呢，自己可以有婢女伺候，而家里女人却不能有小厮伺候；自己可以纳妾睡女人，而女子的手被别的男人摸一下，都要被说名声有损。说得好听，传宗接代，还不是下半身那2两肉不安分。我错了，就不该问小然这个问题。他这一通话当着我这个祖父面说，也不觉得尴尬。小月儿，祖父给你请了一个教养嬷嬷，大概还有2天会到，到时你好好跟着学些。那林家兄弟可以住在小鱼儿院子里，现在可以，等你13岁后就不可以了。江湖本是一个逍遥快活的所在，一人一剑，快意恩仇，10里杀1人，千里不流行。但现在却被一个小奶娃盯上，想要收为己用。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目前人手还是太少了，所以我想收拢江湖8大门派和家族为己用。你看，付出什么条件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归顺于我？小小姐想一下收拢8大门派和江湖势力家族，这几乎不可能，只有徐徐图之。小小姐可以先收拢各门派和江湖家族的年轻一辈。你是江湖中人，各门派和江湖家族有哪些值得拉拢的人，你比我清楚，所以这事交给你去办。需要钱财或物品，尽管开口，不需要替我省。另外，再帮我找个武师傅。小小姐想学什么样的功夫？自然是学绝顶功夫。在下明白了，这就去办。等等，把这些带上，这里面是各种丹药，竹筒里装的水可以补充体力，也可以疗伤。其中一个包袱你交给林如风，另外一个是给你的。
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陆瑜的语气里全是担忧，林如全知道他是怕他和上一世一样死了，捏紧包袱，眼圈微红。小小姐放心，全绝对不会让自己出事。记住自己说的，我等你回来。小小姐去祖坟山是要拜祭小姐，准备些祭品。他其实根本没想到去祭拜情书，他报复刘玉珠和文氏，看起来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对情书不好的缘故。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所做的都是因为心里那无尽的恨，前世所有对不起他的人，他都会一一去报复回来，只不过别人不知道他心里的恨罢了。如果娘亲不是恋爱脑，或许作为他女儿的自己也不会有个那么惨的人生。不对，就算娘亲想开了，我还是逃不过悲惨命运。这世界不正常，我被外公送回来，改变命运，有着如此好的先天条件，报仇而已，何其简单。可偏偏出现了一个无妄大师，他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所以一切都是人为控制的。娘亲生前有没有很奇怪的地方？比如前后想法突然不一样的时候，或者做些不符合她性子的事？有的。在怀上小小姐后，小姐满心期待着您的出生，对于其他事根本就不上心。那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小姐放下了对少将军的感情，都很替她高兴。可是小小姐您出生后，小姐她很反常的对您没了那么喜爱，反而又惦记起了少将军。果然很不对劲，娘亲应该是被什么给控制了。控制娘亲夺取我的气运，应该是无妄做的，毕竟和尚会些玄术也不稀奇。等等，无妄会不会拿娘亲尸体布置什么阵法？小奶娃不顾旁人的阻拦，亲手挖开了母亲的坟墓，打开棺材，却发现里面除了2块石头，尸体已经不翼而飞。小鱼儿，这是怎么回事？国公爷，是我们兄弟看管不力，请国公爷责罚。应该不关他们的事，大概在下葬前就被盗走了。为了不让人发现关中有异，用石头代替了我娘尸身的重量。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开棺？关于这个问题，小鱼儿晚点会和祖父说。眼下最重要的是查明我娘葬礼最后那一天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去查。是。虽然出了这样的事，但陆瑜依旧没忘了要收拢前总副教头，只有人手够多够强，他才能做更多事。2位前辈在此守坟山，未免太过于埋没了。小鱼儿恳请2位来小鱼儿身边。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前总副教头都有些懵，他们看向国公爷，陆金墨只抬头看天不说话，一时间他们2人也不清楚国公爷这是什么意思。喂，说个话呀，他们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哼！2位教头不必看祖父，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多谢杜宇小小姐看重，只是我们年纪已经大了，只想在此地过点悠闲的养老生活。我们私下谈谈，祖父请回避。2位前辈觉得老了，无非是身体不比年轻人。这2颗洗髓丹可帮2位改造身体。快装起来，药香要跑没了。不想要香跑了，2位前辈吃了就是。2位前辈不用太多顾虑，小鱼儿不会让你们做伤天害理之事，只是想让2位帮忙训练一些人。昨晚做了个梦，梦到有一群和尚用一具尸体布了个阵法，说是什么夺运阵。梦里虽然看不到那尸体具体是谁，但醒来后总觉得不安，所以就去挖了娘亲坟墓看一看。灵山寺，这就信了，还直接怀疑到那个无妄和尚身上。这祖父真是可靠，这么可靠的祖父，为什么前世没有救我出苦海？陆金墨注意到他的神情变化，只以为他是在担心那个什么夺运阵。别担心，如果你娘亲的尸身真被人拿去布那什么阵了，祖父一定会找出来。祖父，如果小鱼儿没有秦家这些人保护，在后宅被欺负，你会救小鱼儿吗？当然会救，终究还是个孩子，这么问是想看我疼不疼他吧。可是在小鱼儿的梦里，直到在后宅被搓磨致死，祖父也一次没出现过。梦不一定是真的，反正祖父绝对不会不管你。如果是真的，那梦里那个肯定不是祖父。对呀，有没有可能那个书里出现的祖父不是祖父，是个假冒的？
祖父即使和你爹这一方分开了，但逢年过节还是会要求一起聚一聚的。所以祖父若是发现哪一次你没有出现，即使祖父不去看你，也会派人去看看你怎么了。真的？陆金墨被他这样子惊到了。和这个小人儿多次相处，他所表现的都是调皮、自信、狠辣，现在这样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看得他心里一疼。当然是真的，祖父不是那种重男轻女的人，就算是孙女也是很重视的。可是小鱼儿真的死了，也没见到过祖父。怎么回事？他这说话的语气，还有浑身散发的悲伤，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小鱼儿告诉祖父，你怎么死的？娘死后，丫鬟全部被打发，被关后院，被人掰断手脚，不给饭吃，喂屎喝尿，13岁死亡。是谁干的？陆家宝。小奶娃晚上睡不着，穿上夜行衣出去溜达，来到大伯爷家，搬空了家中的宝库。临走时又觉得不妥，留下几个手瓜。原来是吃饭时，大伯爷一家不请自来，故意刁难小奶娃，小奶娃气不过，才有了开头一幕。事后曾祖母带人来哭诉，又被小奶娃识破。祖父，你可真好骗，那老妖怪的帕子上肯定进了生姜水，不然他肯定哭不出来。这位就是陆羽小小姐了吧？你刚才那话要是被外人听到，会说你大逆不道的。老夫人她可是你的曾祖母，可不能称呼为老妖怪。是吗？曾祖母这么年轻？不可能有这么年轻的曾祖母。说你是何方妖孽，假装成了我的曾祖母。陆金墨是知道眼前人就是自己母亲的，毕竟那些个表情和以前无二。不过他容颜不见老，反而越发年轻了，确实挺值得深思。二叔，祖母之所以看着这么年轻，是因为这些年用着各种名贵药材护养着。你怕不是把人都当傻子吧？祖父，这个人肯定是假的。大伯爷一家为了能一直拿捏你，所以弄了个假的来，而真正的曾祖母肯定已经死了。嘿嘿，简直胡说八道！你这是要咒老身去死！好个忤逆不孝的小畜生！难怪我那好儿媳和孙媳一个被你气疯，一个气病，就这么个东西你还要护着？陆金墨神情变得越发冷了。原来他那位继室和三儿媳居然和母亲有来往，而且还瞒过了他的眼线，还真是让人意外的很呐。她是本国公的亲孙女，本国公不护着她，护着谁？木儿，这么多年你还没原谅母亲啊？母亲当年抛下我选择大哥，就该想到今天，母亲也不用装了，那帕子应该是和小圆说的一样，进了姜汁吧。哼，既然被拆穿了，那母亲也没什么不能认的。不过你也该荣幸，我这个做母亲的还能费心思来骗你。祖母到底想要干什么？这样不是彻底撕破脸了？陆羽和陆金墨一众人都被他这话给气笑了。骗了你还得感到荣幸，简直可笑至极。母亲也不必绕弯子，直接说目的吧。哼，老身身为陆家的老祖宗，自然是想膝下有儿孙承欢，所以老身打算搬回国公府住，陆海他们一家也得跟着。祖父，这个老妖怪肯定是想来霸占国公府，害死我们所有人，好让他继承国公府。小孩子家什么都不懂，不要瞎说。国公之位也不是谁都能担当的，他这个国公位置可不只是一个官职，暗中还掌管着国家的命脉。麒麟卫主死，麒麟卫会自行寻找凶手报仇，然后解散。木儿，你大可放心，母亲带着海儿过来，只不过是因为昨晚你大哥家闯入贼人，烧了库房财物，府里变得越发困难了。来国公府居住，是希望你能在物资上帮个1、2。祖母这是在睁着眼说瞎话。府里虽然比不上国公府，但也不差什么，只是烧毁了一个库房，怎么着也不至于到了要靠别人接济的地步。他说的这些只是住进国公府的借口而已。那么他带着陆海住进来，到底又是想做什么？想不明白，那就将计就计，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儿子明白了，会让人准备好院落。本是世人供奉的高僧，修炼的却全是邪法。匡正将军在其宅院内布置结阵，被小奶娃发现，在其布阵的地方埋下了爆炸的艺术。快走！这将军府怕不是被夷为平地了吧？那少将军，放心，爆炸的地方都在将军府外围，避开了住人的地方，不会伤到渣爹。待在原地不要乱跑，这里看起来是安全的。我去看看母亲，等我。阵法被破了。祖父，小鱼儿这样做是为了破坏无望秃驴部的阵法，没有伤到渣爹和弟弟。就算要破坏无望部的阵法，那也不该只身冒险。还有那个能炸的东西，要是被人知道出自你手，你可想过后果？祖父放心，小鱼儿很小心的，不会让人发现。
你炸了你大伯爷家的库房一事，已经惊动了朝廷。现在祖父和顾侯爷被任命调查那个东西的来处，要是查出是出自你手，到时你将会面临3国的拉拢与暗杀。嘿嘿，祖父，这天底下没人能找到我的热武器。原来这东西叫热武器，奇怪的名字。祖父若是不信，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找得到，小鱼儿以后用这东西时，一定先和你说。小鱼儿，不光是找不找得到，还有你行事时若被人看到，你要怎么说？祖父，你的担心多余了。就算被人发现，只要没人亲眼看到我投放热武器，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再说了，我才3岁，怀疑我，他们难道不会觉得自己智商有问题？哼，别人或许觉得不可能是你，那吴望呢？那就让他怀疑，反正本来就是敌人。如果吴望在外面散步是你干的怎么办？你要知道，吴望可是得道高僧，他的话几乎所有人都会信的。那就先把脏水泼给他。我昨天有幸见到吴望大师了，看着好年轻，有20多岁的样子。那吴望大师几10年前就成名了，怎么可能还是20多岁的样子？肯定是靠着吸取别人气运保持的容貌。胡说八道！吴望大师是得道高僧，能保持容貌不老，肯定是用的仙法。屁！还仙法？真有仙法？那妹子有大灾，怎么不见他出手阻止或者救治？喂，先别说容貌了，说最近的将军府围墙被毁和陆大人家库房被烧一事，好像也说是吴望大师干的。嘿嘿，说到这个，我知道我大姑父弟媳妇娘亲在陆大人家做事，他说看到过吴望大师去过陆家。没错，将军府围墙炸掉的前一天，吴望大师也去过将军府，这可是将军府很多人看到的。天啦，这吴望大师到底是什么人？又想干什么？都和陆家有关，估计和陆家有仇吧。哎，这灵山寺以后也不要去拜了，谁知道拜的是神还是魔？对，不去了。小儿不讲武德，这下吴望的名声是真的臭了。木儿，吴望大师德高望重，怎么能让人如此污蔑？你快去澄清留言，就说你大哥家和将军府的事是你的仇家寻仇，与吴望大师无关。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着急，他和吴望究竟有什么关系？娘和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吴望大师对娘有大恩，你作为儿子难道不该报恩？母亲可以让你的好大儿去报恩。小奶娃从不让人省心，今天炸了这家，明天烧了那家，凡是被他盯上的，从没好下场。这不，今天又想起了曾祖母要去请安，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憋好屁。姓娘大概还要几次？老夫人，如今我们住在国公府，离国公爷近，大概再喂养个3、5次就可以了。到时国公爷就是你的提线木偶，然后就可以让海少爷接收麒麟位了。这样最好。你去看看是谁？曾祖母，小鱼儿来给你请安了。陆羽小小姐，我们老夫人累了，已经躺下休息了。你这个婆子怎么能这么坏？曾祖母明明站在那里，你居然说休息了，敢骗想尽孝心的小鱼儿，真该死！谁教的你这么没规矩爬墙的？全部给我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老夫人您别气，陆羽小小姐年纪小还不懂事，至于这些不懂事的秦家丫鬟，一会告诉国公爷将他们都赶出去。真当我不存在呀！66，将那个婆子抓来，居然敢骗本小姐，得给她个深刻教训才行，不然就太没规矩了。你们干什么？快放了杏娘！小妖孽，你不得好死！66，将这婆子的肉给骗下来，能骗多少就骗多少。这小鬼居然这么不对劲，他就不怕被人知道，坏了名声。小小姐，你快来看，这婆子背上有东西。秦66的声音不光吸引了陆羽，也让杏娘和袁氏脸色大变。快灭口！祖父，留声院有贼人入侵杀人了！祖父，留声院有贼人入侵杀人了！唉，没办法，杏娘，你忍着点。你敢？祖父，这婆子背上有一幅奇怪的图案，曾祖母想毁了不给你看。将母亲带回去，严加看守。祖父，祖父你怎么了？祖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你摸摸。
祖父脑袋上怎么有一条蜈蚣一样的伤痕？这是战场上弄的？不是，其实祖父也不清楚，只记得你曾祖父告诉我，这是在我1岁时弄的。当时祖父的乳母和你曾祖母互相指责是对方弄的，你曾祖父相信了自己妻子的话，毕竟没有哪一个母亲会伤害自己的亲生孩子。嘿嘿，真相只有一个，祖父你不是他亲生的。这点不用怀疑，她就是祖父的亲生母亲。那祖父你？祖父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打伤一个1岁小儿的脑袋。女子练废了大号，又生了个小号，本以为会吸取教训，尽心培养，没想到却对小儿子下蛊，只为确保国公位置能够在老大一脉传续。眼看蛊虫即将喂养成熟，却被小奶娃发现端倪。祖父，你看认不认识这个？陆金墨看着手里的图片，是一片祥云图案，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母亲极力隐藏，不想让我看到，其中必有一个大秘密，且和我有关，得好好调查一番。你去查一查这图究竟为何。小畜生真该死，坏我好事。现在那逆子肯定已经看到了图案，顺着图案他很快会查出真相。现在国公府不能待了，只能出去后多喂养几次了。有刺客！你们快去帮忙！能打中，一定能打中！此人功夫怎么这么高，且还刀枪不入？这真的是人吗？小人儿送的礼物居然就这么毁了。好可怕，居然徒手掏人心脏。从掰断的手臂看，应该是某种金属。这是个傀儡人，知道他们是金属做的就好办了。他们会跑，高温烧不现实，化学。唉，没长那脑子，还是把他们砸扁简单。陆瑜回到空间外，发现秦六六几人和陆川躺在地上不知生死，国公府暗卫更是死了个七七八八，祖父也受伤了，且还在对战着2人。好在对方其余人也都死光了。王八蛋，敢这么伤我的人，你们不是想带走袁氏吗？那我就先解决了他，再找你们算账。一看就没干好事，打死你个老妖怪！在袁氏死的一瞬间，交战的3人一阵恍惚，就这样停止了战斗。该死！祖父小心！追击陆瑜的那人茫然地看着陆瑜消失的地方，只一会就转过头去对付陆金墨。被砸倒那个人脑袋凹了下去，但还是站了起来。他拿起了狼牙棒，也朝着陆金墨而去。嘿嘿。这么高摔下来，身体肯定扁了，那根狼牙棒得去拿回来。刚这样想着，原本在凹脑壳手上的狼牙棒就到了陆瑜手里。外公给的武器真好用。他还来不及惊喜，就看到祖父被打飞了出去。不要！祖父，小鱼儿不哭，祖父没事。这都没死，去死！林爷爷，你来了。小鱼儿有没有受伤？事后，中国带人清理了战场。此次国公府损失惨重，可喜的是陆川、六六等人还活着，就是受伤比较严重。陆瑜给他们每人都灌了一口空间仙井水，就让他们休息了。国公夫人新婚当天，幽会情郎，并诞下一子。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样貌越来越像情郎，国公夫人心里开始慌了。说说吧，你和你祖母住进来的目的。二叔将袅袅送回孙家，并护住他肚子里的孩子，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好，我答应了。二叔头上的伤疤还在吧？那是祖母放傀儡蛊幼虫时造成的。祖母这次来是为了用母蛊启动幼虫，控制二叔，把国公位传给我。那个不老妖怪为什么要这么对祖父？因为二叔是老国公的孩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是父亲的孩子，所以不喜欢。那又为什么喜欢大哥？希望二叔言而有信。二弟，以前的事大哥真的不记得了。还有母亲和孩子他们到底怎么了？看到他这样子，陆金墨一时也不知他是太会演还是真什么都不知道。大哥想活命？想。那就把一切你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二弟，我觉得晴晴好像不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认为？晴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在刘月生她时，我一直守在产房外。晴晴出生时，我看到她手腕上有个铜钱胎记，可我第二次见到晴晴，发现那铜钱胎记没了。我和刘月说这事，她还骂了我一通，说我连女儿都不认识。后来母亲也来骂我。母亲不是最爱大哥吗？怎么会骂他？而且关乎大哥子嗣问题，应该重视才对。母亲对你可好？母亲对我还算好，就是不大爱理我，只有在人前时才会很关心我。我一直以为母亲把大哥当宝，可听大哥的话，母亲对大哥的好好像都是装出来的。祖父问的怎么样？陆金墨将他们刚说的告诉了他。祖父，以咱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大伯爷很可能不是袁氏亲生的。我6岁就跟着爹去了边关，那时大哥8岁，回来时已经过了9年。难道是这期间被换的？可为什么要突然换掉？祖父可还记得陆海最后说的话？记得。他那话的意思很明白，祖父是曾祖父的孩子，也同时表明了讨喜的那一个不是曾祖父的孩子。那么一个不是曾祖父的孩子，长得肯定不像曾祖父，要么像亲生母亲，要么像亲生父亲。小鱼儿的意思是说，那个真的陆金荣越长越像亲生父亲，原是怕被发现，于是来了个偷龙转凤。你确认陆晴不是你的女儿，那其他3个孩子呢？不知道。经过怀疑陆晴的时候，刘月在生产时，我被母亲关起来了，说又怕我胡言乱语。起来，带我们去见见刘氏。众人来到刘氏院子，整个院子异常安静，只有一个眼睛半瞎的哑婆子坐在那里。王婆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哑婆子不说话，示意几人跟着她。几人来到一个房间，陆海的妾室七月蜷缩在床角。哑婆子抓起七月的手，指着她手上的伤疤。她是真正的陆晴。国公爷，小的不是你的大哥，是被他们偷来冒充的。另外，刘月和那群丫鬟的死，全是我杀的。我偷听到袁氏和刘氏的谈话，原来我才是陆晴，刚出生就被他们换了出去，而且其他3个孩子也是刘氏假怀孕带进来的。就因为那4个孩子是真陆金荣的，我之所以杀了他们，是他们要害父亲，他们欺骗了他，还要害他。陆金荣，记住了，你就是陆家大公子，但你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她。国公爷，至于那4个孽种，你直接实话对外公布，然后大张旗鼓来国公府，请求将那4个孽种从族谱上剔除。以后这陆府还是你的，你女儿也可以正大光明认回来。谢国公爷。小奶娃来到寺庙，看着面前的金色大佛，却不上香许愿，而是爬了上去，并张开大口咬了下去。屁的金身，就外面一层金漆，害我白高兴一场，给我的牙都崩了。经他这样一说，众人才发现牙印里面居然是黑色的，众人愤怒了。本以为自己拜的是金佛，谁曾想是个假货。这不是金身，国公夫人，这是欺骗。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输不起就不要放大话。现在给涂层金坯来欺骗大家，看他文氏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出来见人？回去可得好好宣传宣传。米个豆腐，各位施主请莫动怒。国公夫人只给佛像镀一层金之事，是曾给国公夫人建议的。无妄大师，这真是活着的无妄大师。佛祖普度众生，不想看到信众受苦受难，遂梦中嘱托僧传话给国公夫人只镀一层金，来表心意即可。众人一听，恍然大悟，哈哈，就说嘛，这国公夫人怎么会做出糊弄佛祖之事？不愧是佛祖，时刻心系着我等众生，居然如此体贴。吴望对着陆瑜微微一笑，陆瑜回了个诡异微笑，看向佛像，用手指着一人：佛祖，他家全员坏蛋，家中女子即将嫁不出去了，您要不要赶紧给他送个夫君？被指的正是刘家女子。小孩话不可乱说，诅咒别人可是损阴德之事。我说的是事实，你家女子都是假怀孕，从外面领野孩子抚养，这样的女子谁敢要？小孩，你可知胡说八道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是谁家孩子？本夫人倒要问问你父母是怎么管教孩子的。听到这句话，陆瑜刚想说你死了就可以找我娘谈了，却被吴望抢了先。刘夫人，僧道士认识这孩童，她是陆少将军家的小闺女。听到这人是陆瑜，刘家人都阴沉着脸瞪着他。不论是刘玉珠在陆家受的气，还是刘氏被曝调换孩子和假孕，都与他脱不了干系，所以刘家人都恨死了陆瑜。原来是秦叔的孩子啊，难怪如此的。他话不说完，那意味深长的语气充满了鄙视。陆瑜黑眸一眯，哒哒哒跑到他面前，咧嘴一笑，重重的一脚踩在他脚上。哼！
老家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的话是想嘲讽我娘是商户，踩你一脚都是轻的，下次再敢说，我打掉你满嘴牙。陆家小儿，刘夫人怎么说也是你祖母辈的，你怎能动手伤她？这位老夫人，你不懂何为孝道。老身怎会不懂什么孝道？我看是你不懂才是。别瞎说，孝道我可太懂了。那老太婆刚才讽刺我母亲，我替母出头，这是大孝，没错的，嘿嘿。他这理论还真没错，不对，毕竟刘夫人辈分可是比他大的，他那样说就是不对。陆家小儿，你话虽没错，但刘夫人比你长了几倍，你该对她有所尊重，对她口出恶言就是你的不对。陆瑜冷冷看着眼前的老夫人，随后目光一转，手指一个年轻女孩身边的老嬷嬷，对那年轻女子说道：喂，那个老婆婆年纪那么大了，比你长了辈分，你怎么好意思让她伺候你，还不赶紧准备个院子，让嬷嬷好好容养。我就吃个瓜，怎么还吃出个长辈？陆家小儿，你虽年纪小，但也是贵小姐，如何能将奴与主相提并论？在本小姐眼里，自家奴婢可以照顾本小姐生活，保护本小姐安全，是很亲近之人。那夫人只不过是别人家的长辈，一没喂养我，二没护过我，反而还不顾本小姐脆弱的心灵，当面嘲讽我母亲。就这样的人，你们还让本小姐尊重她，脑子都坏了。古语虽有尊老一说，但那也是指德行皆善的老人。可那位夫人当着我这个3岁孩子的面讽刺我母亲，哪里有半点品行，为老不尊，所以她不配让本小姐尊敬。年轻的记住了，下次若有人把别家乌七八糟的长辈按在你们头上，让你们尊敬，可别傻兮兮认了。年老的也记住，别倚老卖老，规范好自己德性，别让人笑话，连累家人。陆瑜这话说完，顿时气晕一大片，全是刚才指责陆瑜的那些年老者。陆瑜撇撇嘴，来到吴望身边，抓住他的僧袍。我家宝姐姐在哪里？小鱼儿，我好想她，大师带我去见见呗。吴望微笑着扒拉他的手，扯了几下，没扯掉。家宝小姐正在潜心研究佛法，不便见客。是吗？她越来越不好控制了，陆家宝还能夺取她的际遇。陆瑜离开如来大殿，来到后山禁地。整个灵山寺就剩这里还没查吗？萧小姐，已经有几波兄弟进去了，但进去的人再也没有出来的。萧小姐，你跑慢点，可别摔了。这里是灵山寺禁地，请小施主离开。哼，你们是不是在后山养了小娘子？小施主，请勿妄言，回我灵山寺清誉。我才没有说谎，你们寺里那个无望和尚看我阿姐好看，就给带走了，我想见都见不到。请问小施主，你阿姐是何人？陆家宝。和尚听后变得十分警惕，他们认出我了，看他们紧张的样子，难道母亲的尸体就藏在这里？你们认识我呀？那你们认不认识我娘亲秦叔？秦叔2个字一出，和尚瞳孔一缩，随即都低下了头。他们这算是愧疚吗？我娘尸体被人偷了，你们知道是谁偷的？小施主请离开，小僧不知令堂的尸体是谁偷的。哦，原来你们不知道啊，可是我知道哦，我知道是你们灵山寺偷的。这么多的毒蛇，为什么从来没下过山？萧小姐，不对劲，咱们敌人没有跟上来。将我放在树上，你去接一接他们。可能是这里树太多，跟错了方向。秦六六本不想离开陆瑜，但他也知道没有那些人跟着，他一人也护不住陆瑜。萧小姐，你自己要小心点。放心，我有这个，不会有危险的。不对劲，六六就算没找到人，也不会这么久不回来。难道出事了？可是这林子里只有毒蛇而已，并没有其他危险之物。有我给的丹药和武器，他们不该出事才对。别人避之不及的辣条，在小奶娃眼里却成了移动的黄金。原来辣条浑身是宝，且可泡酒入药。就这样，小奶娃一路走，一路收辣条。这样抓太慢了，这么多辣条，不知道要抓到什么时候。陆
陆羽打开空间入口，在里面放入一碗鲜井水，吸引辣条。很快就听到簌簌声，成群的辣条往空间入口爬去，一直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没有辣条再过来。收完辣条，陆羽选了一个方向向前走去。怎么可能？我虽然没办法辨明方向，但一直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怎么会回到原地？难道这里有迷宫一样的阵法？也是因为这个六六，他们才迟迟没有回来找自己。一个凡人界有这等修真手段出现，真的合适吗？哼，无望，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妖术厉害，还是我的科技厉害。陆羽木着一张没有半点情绪的脸，向四面八方扔着手瓜，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炸。这里的爆炸声很快惊动了灵山寺的僧人，所有僧人全部聚集到了后山口。不好，小鱼儿有危险！米个豆腐，国公爷，在你眼里，难道只有陆羽是你孙女？家宝难道不是？无望大师，这不管是人还是佛，总会有偏心的时候，不是？无望蹙眉，带着恳求道：“国公爷，可否谈一谈？要谈可以，不过得等本国公找到陆羽后。”他眼睛看着不停爆炸、不停震动的后山，眼里全是担忧。无望也回头瞄了一眼，心中叹息不止。他不明白为何陆羽福寿录3拳中的顶级命格会多出一些他看不懂的东西。国公爷看着动静，也该知道陆羽没事，有事的只会是别人，所以国公爷无需担忧。无望大师没有疼爱的后辈，是无法理解一位长辈疼爱后辈的心。即使知道他可能安好，但在没看到人的情况下，是怎么都不会安心的。陆羽，祖父，小鱼儿没事，等小鱼儿把这牢十字阵法破了，就出来找您。无望和一众灵山寺和尚脸色都变得难看了。这后山的阵法可是有300年历史了，要是这样就被毁了，那他们灵山寺损失可就大了。少将军府上的阵法就是被这么炸没的。这里的阵法虽比少将军府的厉害100倍不止，但这么炸下去，迟早会攻破。不行，绝不能被破，而且也不能被他发现他。国公爷，这一声声响是毁了陆家库房和少将军府的东西吧？陆金墨没说话，只冷眼看着他。国公爷觉得，若是僧将拥有利器之人是陆羽一事说出去，你说朝廷会怎么样？陆县少将军又会怎么想？无望大师，您有证据？我们家小鱼儿虽然在里面，可不能证明这一声声的爆炸是他做的。你米个豆腐，国公爷这是打算耍赖了。你听好，小鱼儿，告诉祖父你打算怎么破阵法脱困。祖父，小鱼儿力大无穷，自然是把挡路的东西全部给打碎。你看，爆炸不是小鱼儿造成的，是后山传出来的声音。难道后山有那传说中的阵法？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厉害是厉害，可为什么要把一个小孩子给困住？听说灵山寺的佛像并不是真的金身，而是外面刷了一层金粉，被一个小孩子给拆穿了。那个被困住的小孩子，不会就是拆穿金身的那个吧？灵山寺为了报复，所以把他关起来了。小奶娃拆穿寺庙金佛造假，惹怒和尚，被困阵法之中。然而，身为穿越者的小奶娃，随身携带着科技与狠活，一颗颗手瓜丢下，炸的阵法死成绿化。外面的和尚看着越来越不稳定的阵法，一阵心惊。阵法一定不能被破，要是里面的秘密被人发现，我这300年的努力就全毁了。无望与住持眼神交流一番后，身影一晃进了后山。陆金墨眼睛一眯，也要跟进去，被住持直接拦了下来。请国公爷止步，后山乃我灵山寺禁地，外人进不得。陆金墨看着拦住自己的住持，并未直接动手。去告诉寺里香客，灵山寺后山藏污纳垢，需要清理，请香客们立即下山。国公爷这是要毁我灵山寺几百年的根基与声誉。陆金墨的脸也完全冷了下来，眼里全是肃杀之气，犹如杀神临世。老和尚，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对我和我小孙女做那些事，你们清楚，本国公也清楚。国公爷，请听老衲一言，我灵山寺并无害你之心，只是希望可以借助你的力量救一个人罢了。借本国公力量救人，就是要把本国公变成傀儡。阿弥个豆腐，国公爷，若您把爱陆羽的一颗心放在您另外一个孙女身上，我们也不会对您有此算计。陆羽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可以不对他好，凭什么别人对他好，你们也要破坏？老和尚，想活命就说实话，本国公的麒麟卫已经集结了，毁你灵山寺还是轻而易举的。
国公爷如此行事，陛下他知道吗？哼，住持大师是不是想太多了？本国公只是灭一个灵山寺而已，又不是造反，想来陛下还是会给他臣子一个面子的。国公爷，我灵山寺并未做过什么恶事，望国公爷网开一面。这话你自己信吗？说，你们到底想对陆羽做什么？悔不当初，不该算计秦书，更不该发现陆羽的极品命格后贪心对他动手。只是我们刚对陆羽下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国公爷想知道的，老衲会告诉你。不过你得答应放过寺里僧人。不可能，一群想要害我和我孙女的人，我怎么可能放虎归山？那国公爷也休想知道事情真相。住持知道陆金墨今日弄出这么大动静，是不可能善了。看着陆金墨，眼里全是恨意，然后出手与陆金墨打在一起。还真看不出来，走路都不太稳的人，居然有如此高的武功。住持真的不愿意说，今日若本国公没有得到答案，这灵山寺的人一个也别想跑出去。国公爷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无望师祖还有我整个灵山寺僧众，除了算计秦家外，并无做过其他害众生之事。国公爷如此做，就不怕遭报应？除了算计秦家，难道想把本国公变成傀儡不是算计？想虐待本国公孙女不是算计？利用我母亲和陆家难道不是算计？偷走本国公儿媳妇尸体不是算计？前面明明没有路，和尚却仿若无睹，在即将撞上石头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挡在前面的山石树木自动给和尚让出了一条道路。原来此处是和尚布置的一处阵法，只要掐动手印，就可随意变换成法。这里的辣条都去哪里了？怎么一条也没见到？难道都被爆炸声吓回洞里了？世人都说国公爷仁善正直，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我的仁慈不是你们作恶的借口，既然为恶，就要有被杀的觉悟。杜浩。无望看着住持发出的信号，面色变得惨白无比。300年了，前8次夺运都成功了，只差这最后一次，难道要失败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一切该顺利的，为什么这次会暴露，还如此之快？无望很快稳了心绪，住持发出信号弹是在通知他转移，不然300年的努力真的会化为乌有。无望来到一处山洞，洞中央位置有一个水晶棺材悬浮，里面躺了个绝顶美人，水晶棺下还有一副刻满符咒的棺椁。再等等，很快就能让你醒来。失去的王朝，僧也会帮你夺回来。陆羽看着面前的棺椁，老实说有点害怕，小脑袋瓜里不自觉浮现盗墓电视剧的一些情节。不过再怎么害怕，他还是要看看是什么人，毕竟这里是无望的地盘，这里有具棺椁很不寻常。有怪莫怪，有怪莫怪，小鱼儿不是诚心冒犯。无望贼秃，我早晚让你尝尝世界和平。为什么割不开？陆羽哭着把棺椁收进空间，放下一枚小胖子，走出山洞后，直接躲进了空间中。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阵法，也把六六他们给震了出来。阵法的被破和爆炸的冲击波也使无望受了重创。此时灵山寺的僧众已全被就地格杀，后山的大爆炸让陆金墨十分震惊和担心。陆羽，祖父，小鱼儿没事。得到回应的陆金墨大大松了一口气，运起轻功循着声音方向飞了过去。当看到那个小人时，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啃着猪蹄。小鱼儿走了一晚上山路，体力消耗巨大，饿了。吃吧，吃饱了祖父逼你回去。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等陆金墨说话，陆羽的大嗓门就先嚷嚷了起来。哼，还发生什么事？你媳妇的尸身都被那群和尚拿去练邪法了，你还一无所知。作为夫君，你失格了。此话一出，整个街道都静了下来。和尚偷尸体练邪法，匪夷所思，但又不得不信，不然陆国公为什么这么大手笔，出动麒麟卫去剿灭灵山寺僧人？真是人不可貌相，看着慈悲为怀的僧人，居然干出这样的缺德事。国公爷这是为民除害了。刚才小娃说陆少将军媳妇尸体被盗，这个媳妇是指秦家的秦书小姐吧？除了秦书小姐，还能有谁？真是可怜，生前不得夫君婆母疼爱，死后连尸体都被用来练邪术。你不要
过来啊！妻子失身被妖僧道去祭炼邪法，男子却不闻不问，被女儿抢回后也不愿多看一眼。我娘遭老罪了，你还不去看看？爹这就去看看你娘。陆瑜神色冷凝，看着陆宪那迟缓的脚步，脸上划过一抹讽刺与怨恨。这小人儿的举动有些不对劲，他为什么非要向儿去看？陆宪走到了棺椁前，回头看向陆瑜，快看看我娘！这就看，这就看，你力气大，别再踢爹的腿了。陆宪视线缓缓移到棺内，顿时瞳孔放大，眼里全是不可置信。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爹。陆金墨看到他惨白的面庞，再结合陆瑜的举动，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大步走上前，只看了一眼，浑身气压一下降到了冰点。只见秦叔尸体眼鼻全无，嘴也被缝上了，全身还被红绳捆着。来人，把三少夫人身上的红绳解开。没用的，割不断也解不开的。钟伯通知麒麟卫，全力追捕吴望。另外，再去江湖发个悬赏令，主要查一查各大寺庙，如有包庇一并灭了。陆宪准备离府时，陆金墨喊住了他。宪儿，你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有什么想法？爹，从大伯家被炸仓库开始。停，你弄错了，不是从你大伯家仓库被炸开始，而是从秦叔死时。爹，儿子不明白。陆宪，你了解过秦叔？爹去查过秦叔从小到大的经历，秦老爷子认为女贱乃害人之书，从不让秦叔碰。秦叔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书。所以秦叔性子洒脱，像个男孩子。你说这样一个女子，为何会在嫁给你一事上变得这么不像自己？嫁给你之后，她唯一像自己的一回，就是在听说秦老爷子将不久于人世，她不想让秦家绝后，所以绑了你圆房，却有了孩子。爹，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秦叔她根本不是自愿嫁给你的，她是被人用邪术控制住了。从她见到你的那一刻，就被算计在了其中，包括她死了，尸体也被人利用了起来。我告诉你，既然本小姐嫁给你了，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你祈祷能一次就中，否则这样的事还会有。是啊，这样的女子怎么会因为不得我的爱便郁郁寡欢，最后死掉？爹，是谁算计的？你自己心里不是有数了？是灵山寺，是无望大师。可是为什么？他们到底图什么？连尸体都能利用，只不过是关乎命格气运一说。可为什么他要把秦叔算计给孩儿？应该和我们陆家有关。你忘了你祖母也是被利用人之一，还有你大伯母帮着弄了4个别人的孩子进府来养，所以刘家也是帮凶。至于陆家宝到底是算计中的一环，还是他本来就是算计者，暂时没查到。陆宪四才想起陆家宝跟着吴望走了的事，立刻就急了。爹，得救家宝。你说救，可他未必需要救，大概还会自愿跟着吴望。不可能，家宝才3岁，还是个孩子，只要接他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那你可以试一试。都说道士抱头不隔夜，这间道观却隐忍了300年，忍到最后就剩一棵老独苗。就在香火即将断绝之际，一小奶娃横空出世，一炮仗炸了寺庙，让老道士看到了复仇的希望。老天有眼，陪同你也有今天。且看你家道爷痛打落水狗，傻狗快松口。贫道西湖特来助国公爷铲除妖僧。陆瑜听说府里来了位道人，便兴冲冲地跑了进来。真是奇怪的命格。就因为小鱼儿奇怪，所以才能等来您的相助。有趣的娃娃。闲聊了几句，陆瑜就急切地带着西湖道人来到放置秦叔棺木的院子。一进院子，西湖的脸色就变了。小家伙，这里面是你的什么人？是我娘。西湖道人点点头，怜惜地看了陆瑜一眼，走到棺椁前，看着里面的尸体。道长，能不能把我娘被缝的嘴还有身上的红绳解开？你娘身上的东西，除了无望无人可破。盖好棺盖，日后没事别打开了。道长，能否说一下这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曾经被人借运了。看来这道长是有真本事的。被借了，来世都好惨。小鱼儿到底经历了几世悲惨命运？那你知不知道自己身上有2股不祥之气？你可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不知道。其中之一是你心中滔天恨意产生的，还有一股是你娘身上的怨气，但不是她主动拨给你，是无望利用你们母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强行转嫁给你的。
好个无望，这个妖僧可恶至极。陆瑜没有太多意外，总之奇怪的是经历多了，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而且他也没觉得这两股黑气对他有妨碍。西湖道长，那无望为什么要把怨气赌给小鱼儿？专家因果而已，世人无论做什么，皆会产生因果。好的因产生好果，而坏的因自然会产生孽果。如今你娘的怨气全部到了你身上，也就是说，你和你娘之间产生了孽果。若你们来世相见，便是天生的仇人。不过从你娘尸身情况来看，她的来世被剥夺了，而你也被人夺了气运与命格，加上这一段孽因，你将世世孤苦短命。道长可有破解之法？幸好术法被你们强行中断，未能完成，要不然就真的没办法了。现在只要杀了施术者，一切自会解开，被借的气运也会回来。老乡小小姐，我找到无望了。在哪？无望去了将军府。家宝，娘的家宝，娘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娘，别担心，家宝不会有事的，也绝不会让娘见不到家宝。不知无望大师可否解释下秦叔尸体被盗的事？妖僧害死母亲，用母亲尸体祭炼邪法，加害于我。父亲还对妖僧以礼相待，原来他抛弃了我，选择了庶出的大女儿。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大女儿早被人夺舍了。父亲，无望大师这么做都是为了替家宝化解劫难。大师，你就是用这样的谎话来骗我女儿的？阿弥个豆腐，少将军勿恼，请听僧狡辩。对于秦叔，僧是抱歉的，但为了达成目标，有些牺牲是值得的。为了你的目的就要牺牲秦叔，你问过他意见吗？人都已经死了，尸体能被大师利用也是他的造化。玉珠，哼。秦叔的事先不谈，那陆瑜又怎么说？在少将军眼里，陆瑜和家宝比，那个更重要。当然是家宝。既然这样，那么少将军就该和僧站在一条线上。无望隐晦地朝外边看了一眼。少将军，你已经被国公爷背刺了，他们的人已经来抓僧和家宝了。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被国公爷监视了，现在国公爷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公爹抓你可以理解，可为何还要抓家宝？自然是家宝和陆瑜相克，只能活一个，而国公爷选择了陆瑜。不可能，绝不可能！公爹怎么会想杀家宝？少将军也该有个抉择了，不然你将面临妻离子死的结局。无望大师说家宝和小鱼儿相克，可有证据？僧的话就是证据，这是国公爷也是知道的。很明显，他选择了陆瑜。少将军若不信，可等会看国公爷会不会抓家宝。爹，您怎么这么晚过来？无望和家宝在里面。是。放开！你们放开家宝！陆宪看着眼前的一幕，回想起无望的话，瞬间升起一股强大的怨气。不，宁子，爹，家宝也是您的孙女，为什么要放弃她？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少将军，这下可看清了。哼！嘿嘿，剑种，你想干什么？不要！听到接连的惨叫，陆宪顿时停住了动作，被陆金墨打了一掌，然后被暗卫控制了起来。放开我，玉珠，玉珠！扶少将军去床上躺着。就毁了一个刘玉珠，怎么这么生气？小鱼儿有点搞不懂，你一个和尚怎么这么在乎一个妇人？哦，对了，你不光在乎这个妇人，还在乎这个妇人的孩子。难不成你和这妇人有一腿？这小人儿是真不讲武德，为了造谣无望，往他爹头上扣屎盆子。哎呀，别瞎说！小家伙虽是瞎说，但这女娃现在的灵魂还真是无望的后代。小鱼儿几人十分震惊，他们虽然都知道陆家宝被人夺舍了，但都没想到夺舍者会是无望的后人。国公爷做事还真是狠毒，连自己母亲、孩子都能下狠手。再狠毒也比不过无望大师，连死人都不放过。你勾结我母亲，企图将本国公变成傀儡，还想用亲情的牵绊让我留守。在对付你一事上，任何站在您那边的都是我的敌人。国公爷好魄力，等明日僧道要看看你还能不能说出这话。他这话什么意思？嘿嘿，
祖父，我知道。皇帝微服出巡，看见少妇就踹门，并当着他男人的面一发入魂。正所谓试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就这样来回几次，男的被活活气死在了家中，女人也诞下一子。后来女人花光了积蓄，又找不到皇帝，只能带着孩子四处流浪。还有这事？现在吴望把皇帝的白月光和好大儿找了回来，明天皇帝大概会替吴望脱罪和洗白。祖父放心，小鱼儿已经安排人去散播消息，说吴望为了洗白自己，送了个妖女进宫蛊惑皇帝，而且还送一赠一，让皇帝少走几年弯路。第二天一上朝，皇帝就开始为吴望洗地，并指责陆金墨行事过于狠毒，灭了灵山寺。对此，陆金墨并未出言反驳，皇帝又不顾众人反对，封了个陈贵妃，并立陈贵妃儿子为太子。吴望大师为朕找回爱妃和太子，特封为大国师，并为其修建33层问天塔。陛下不可修建33层塔，耗费巨大，会伤花草根基，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花臣义看到跪了一地的臣子，顿时气得面红耳赤。当看到站着的陆金墨时，表情缓和了下来。你们看看，陆爱卿都赞同朕修建33层塔。陛下，老臣没有什么赞不赞成的，这江山是花家的，是陛下您的，您高兴就好。此话一出，整个朝堂一静，所有人都面露惊恐，这是要撂担子不干了。他这是放弃朕，这为众里兴亡了，还是他想自立？难道他忘了陆家祖训了？众卿不必多虑，关于修建33层塔的银子，朕不会动用国库，会从其他地方取用。陛下，不知您说的取用是在何处取用？自然是让商户捐赠，朕会按照银子的多少给予一定官位。陛下，万万不可！此举明显是买官卖爵，我朝律法是明令禁止的。难道律法还能管到朕头上？听闻陆爱卿甚是喜爱小孙女陆羽，有没有想过捐个100万金，朕可封他一个郡主之位？这是盯上小鱼儿，连孩子傍身的钱也要抢夺，这是要彻底做个昏君了。多谢陛下厚赖，不过我那小孙女应该不想做什么郡主，捐赠就不必了。她可是要做女皇的，怎能看上一个小小的郡主之位？那真是可惜了。陛下，如果你砍了吴望，100万金倒是可以送上，陛下不如考虑一下。陆金墨，你放肆！吴望大师已经被封了超品国师，岂是说砍就砍的？吴望大师乃是得道高僧，这33层塔也是为他而建，你不进账，反倒想要杀他，其心可诛。阿弥个豆腐，陛下息怒，国公爷也请收敛一下。国公爷，你想要僧的命可以，不过要等到僧向天问青花朝未来走向。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问多久还不是你说的算，真是老狐狸。可本国公现在就想弄死你这妖僧，恐不能如国公爷的意了。不过说到妖孽，国公爷的小孙女陆羽才是真的妖孽，国公爷莫要被骗了才是。这就不劳国师费心了。本国公眼明心亮，谁是妖孽还是分得清的。陆金墨下朝回到府里，就和陆羽说了朝堂上的事。哼，这皇帝也太不要脸了，居然想骗小孩的钱。他的关注点怎么有点不对劲？难道不该气吴望说他是妖孽的话？好了，别气，我们要早做准备了。皇帝很明显变了，接下来他一定会帮着吴望对付我们。祖父，我们直接干掉他，你做皇帝怎么样？小然儿真是胆大，什么都敢想敢说。不过这皇帝还是等将来你做得好。